亮真好看，今夜一定能吸引皇上呢。咦，前面有灯光，一定是皇上来了。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怎么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就想夜伴我与皇上争宠上位了？臣妾不敢，臣妾没有。身材窈窕，面容骄傲，这有几分心思吧，倒也正常。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看御花园里的月季开得好，来赏花的。这花的确开得不错，娇嫩欲滴，不像本宫人老珠黄的，是吗？没有，臣妾绝对没有讽刺娘娘的意思，臣妾真的只是来赏花的。好吧，本宫姑且信你。他这么喜欢看这花，那本宫就让他看个够。娘娘饶命！起驾！这个宫中斗争永远不会停，但本宫会让他们知道，这个宫到底谁做主。选秀的日子是不是快到了？新进的秀女后日就要进宫了。是啊，这新人一茬一茬的送进来，年年都是新开的花，不像本宫，新鲜劲儿早过了。他们哪里是花，不过是路边的杂草，一两日的新鲜罢了。娘娘您那是天边皓月，夜夜高升，无人能及。我的柔柔，你可算醒了。从今后，你可不能再顶撞你嫡妾，也少些皮肉之苦。柔柔，哼哼，想过上好日子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夫人，他才刚醒，可不能再打了。求夫人饶了明夏，放了明夏。放过他，可以啊。我已经找人替换好了秀女名册上的名字，沈明夏，你就替你姐姐进宫当秀女吧。不可以，明夏她还小，求小姐夫人饶了明夏，饶了明夏。我可是堂堂尚书府的嫡小姐，怎么能进宫去做伺候人的事儿呢？这说来，秀女是只有嫡小姐才能去的，对你这个低贱的庶女来说，那简直就是天大的恩典啊！若不是为了我家春儿，我怎么会允许老爷把您从锦城接进府中，还给你们名分？小姐夫人，我求求你放了明夏，求求你们吧，求求你们了。哎呀，沈明夏，可别忘了，这我的手里还掌着你的罪证呢。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你竟然敢冲撞我！来人，给我打！放手！说，到底是什么人送的？还给我！你乖乖替我入宫，说不定我一高兴，东西就还给你了。我既然回来了，就绝不能再重蹈覆辙，更不能打草惊蛇。别不识抬举！你若不去，你们母女也别想在尚书府活下去。嫡母，不就是入宫吗？我去。柔柔，这一次，我要把曾经的公道都一点点的讨回来。
杖毙吧！你不要再做忍气吞声的公主，我要一步一步的走上高位，把你们都踩在脚下。不过是无能蝼蚁自我安慰的话罢了。至于沈明春，你夺走的东西，我会亲手讨回来。落轿。小姐到了。小鱼还活着，娘亲也还在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个吃人的深宫，苟且是偷不了生的，只有强者才配在这里生存。姐姐这件披帛真好看，也不知道是哪家铺子做的。你真是没见识，这样的布料外面有吗？定然是宫里的人。那是，前几日皇后娘娘召见我娘亲，特意奖赏。这料子啊，后宫上下只有皇后娘娘才有，便是连贵妃那儿都没有的。姐姐有皇后娘娘的恩宠，必然是第一个承宠的人呢。郑姐姐和你我可不一样，姐姐是安国侯府的嫡女，又是远近闻名的京师第一美人。别说是朝夕，将来的荣宠啊，说不定能超过贵妃娘娘呢。哎，安国侯府可是开国的贵族，百年世家，这种大家的风范，可不是某些一朝得宠的新贵能够比得上的。前些日子，我兄长在边境平乱打了胜仗，得到了皇上的嘉赏，从北京特意给我带回来的这胭脂春色红。据说这春色红里的红脂1年不过也才产几两，比进贡给皇宫里的玉浓香还要好。今日啊，有幸和妹妹们相识，全当做见面礼吧。这岂不是比贵妃用的还要好？妹妹们身份低微，哪有这种荣幸？所以以后在这宫里，该跟着谁，你们都清楚了。你就是沈尚书家的女儿吧？是。听说沈尚书家是清贵人家，想必妹妹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胭脂吧？倘若妹妹日后肯听我的话，自然是少不了妹妹的好处的。沈明夏，你什么意思？姐姐，妹妹对香粉过敏，接不得。郑姐姐，你我同为入宫妃嫔，你这般出手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姐妹，你一个尚书府家的小姐，有什么资格和我叫姐妹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日后你要是肯听我的话，在皇上皇后面前还有你露脸的机会，否则……姐姐身份尊贵，妹妹高攀不起。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那么就在冷宫里待一辈子。小姐，你又何必得罪他呢？咱们顺顺利利入宫不好吗？如今妆也化了，还怎么见人呢？他得意不了多久的。这么好的胭脂，连贵妃娘娘都没见过，你不会也要忤逆我吧？姐姐看得起我，我自然。落轿。是什么贵重的胭脂，连本宫也得不到。拿来，让本宫饮，实是抬举。拿来，给本宫瞧瞧。颜色艳丽，粉质细腻，的确是好东西。本宫孤陋寡闻，倒真是没见识过。贵妃娘娘，您身份尊贵，有什么样的好东西没见过呢？你身上这身云芝锦，本宫倒也没仔细想过。这是皇后娘娘给的，还望贵妃娘娘看在皇后娘娘的面子上，宽恕刚才嫔妾的口无遮拦。
你拿皇后压我？嫔妾不敢。嫔妾乃是安国侯府的嫡女，既然贵妃娘娘不看在皇后娘娘的面子，还望看在安国侯府的面。本宫家中不过是宫中新贵，就比不得你们这些世袭的阴风之家了，是吗？嫔妾不敢。我兄长前些日子在前线打了胜仗，带了些小礼物分给姐妹们赏了罢了。你兄长不过是前丰营的校官，也配争这功劳？什么世袭的阴风之家，不过是破落无权的贵族。本宫的父亲是朝中一品丞相，满朝大臣皆是我父门生。姑母贵为太后，岂是你一个破落户能比的？嫔妾知道错了，请贵妃娘娘宽恕，请贵妃娘娘宽恕，请贵妃娘娘宽恕。好啊。传闻这春日红是用胭脂虫的血肉融入其中，才有了这般浓艳的颜色。今日本宫就用你的血肉也制一瓶春色红，看看到底哪个颜色好看。拖下去，给本宫割肉取血，也制一瓶春色。等胭脂制成之后，一人送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谁的东西可以收，谁的话可以听。在这个宫中，若是听错了话，选错了人，下场可都看见了。倒还有聪明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臣妾沈尚书之女沈明夏。沈明夏，听闻此次选秀你以姿色出挑入选，不少人都议论你会第一个得到皇上的圣宠。抬起头来，让本宫看看你的脸，让本宫看看你的脸。臣妾不敢。贵妃娘娘，奴婢什么都不会说的，奴婢发誓。在这个宫中啊，本宫相信的只有死。杖毙吧。本宫倒是许久没有见过人血，倒是很想看看他的血能不能浇满本宫院子里的花呢。若有违假孕弟子，冒充皇嗣，杀人灭口，你就不怕报应吗？报应？那不过是无能蝼蚁自我安慰的话罢了。在这个宫中，本宫就是权势滔天，只手遮天。罗瑶薇，恶毒残忍，视人命如草芥。我不甘心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！怎得这般模样？臣妾方才与郑秀女起了冲突，所以才容颜不整，失仪驾前，请娘娘宽恕。你胆子这么小，方才为何要违抗他？还是说，若是本宫以后赏你东西，你也会违抗？回禀娘娘，宫中有宫中的位分和规矩，他给臣妾礼物，是想贿赂臣妾站边。娘娘赏东西，那是恩赐。沈明夏不能越过上头的娘娘，接受她的贿赂，却也不能推辞娘娘的心意。算你聪明，本宫还是很好奇你的模样。果然是好姿色。以你的姿色，想必很快就会成为这宫中新贵人。大胆省事，竟敢冲撞贵妃娘娘！启禀娘娘，我家小姐生来便有孝正，
对香粉过敏。方才那郑秀女将香粉涂在小姐脸上，想必是引发了笑症，这才冲撞了娘娘。臣妾无意冲撞娘娘，臣妾身子弱，本无意进宫，奈何生命不可畏，无奈进宫。但臣妾这身子还是不能伺候皇上了，还请娘娘怜惜一二吧。你不想伺候皇上？臣妾每日药不离口，不敢做圣宠之想，只求娘娘让臣妾偏居一处，苟活性命于人世。娘娘，看他这般模样，怕是活不过2年。再说，就算他承宠，有着孝正的人是断然担不下皇嗣的。哼，又是个身子不中用。也罢，你既如此恳切，那本宫就随了你的愿，做个选侍，以后不必承宠了。谢娘娘开恩。方才本宫来的时候，好似看你正要接纳粉荷。臣妾岂敢？臣妾父亲曾拜入丞相门下，兄长这进宫统领的职位还是丞相恩赏的。这是父兄给娘娘的拜帖。臣妾入宫前，父兄有所交代，以后鞍前马后，任由娘娘驱策。算你聪明。既如此，本宫就做个主，封你做个满。今夜就由你来伺候皇上吧。谢谢贵妃娘娘，谢谢贵妃娘娘。这也太破了吧，跟冷宫有什么区别？小姐，您怎么这么惨啊？不惨。我上一世毁容被贬为婢女，又受尽折磨而死。这一世，我要从这里一步步走进乾清，走到那个人身边，然后让你们血债血偿。娘娘，如今月华殿的赵美人可风光了，各宫都送礼巴结的紧，要不咱们也送礼，让她在皇上面前替咱们美言几句吧。我们不送。可是各宫都送了，咱们不送会不会被记恨啊？我要的就是他们记恨。揽月轩没送礼，那个病秧子竟然敢看不起我。见过赵美人，赵美人安好。沈选侍，为何不向本宫行礼问安？妹妹方才向姐姐行礼问安，姐姐怕是没看到。本宫没看到，便是你没有。重新行礼问安。见过赵美人，赵美人安好。你没吃饭吗？大声点！还有这行礼的姿势也不对，重新行。见过赵美人，赵美人安好。你这般姿势，如何做的选侍？赵美人，我们家小姐分明向您行礼问安了，是您没听见，怎么能怪我们小姐？本宫身为美人，教训一个选侍，哪轮得到你说话？给我掌嘴！姐姐，姐姐，都是妹妹的错，求您别责。教不好奴才，便是你的错。姐姐，妹妹哮喘发作了，今日若是死在这儿，姐姐身上背着杀人的名头，日后没了圣宠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晦气沈明夏，本宫这次就饶了你，下次记得好好行礼问安。派人盯着揽月轩，等本宫抓到他的错处，便可以名正言顺的处置他。小姐，如今揽月轩月例银子被克扣，我们已经没有药了，还是您服吧。没有，我就去御药房讨。讨？
他们会给我们吗？今日是15，那个人会出现。我要讨的可不仅仅是药。你是哪个宫的宫女？怎么连规矩都不懂？御药房怎么能随便乱闯？我是揽月轩的宫人，我们宫中有个宫女受了伤，需要消肿止痛膏，往月都是安利给的，这月却被扣下了，求大人再给我一盒吧。揽月轩，一个无宠的主子，也敢跟御药房随便拿药？没有。求大人行行好了。你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？即便你家主子来了，也没有。您这不是拜高踩低吗？这个宫里谁不是拜高踩低？要怪，就怪你家主子不受宠。别说是拿药，就算是病死了，我看也是他没本事。给我出去！来，坐下！大胆宫女，竟敢跑到御药房来撒野！我这就回禀娘娘，治你重罪。给我起来！你给我滚出去！见过医正大人。医正大人，您能出入这御药房，御医又对您恭敬有加，您难道不是医正大人？是，正是医正。太好了，医正大人，我是揽月轩的宫女，我们宫中有位宫女受了伤，急需消肿止痛膏，求您能不能给我一盒？你为何只管别人，不顾自己？医正大人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太好了，医正大人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奴婢一定铭记在心，没齿难忘。这里药不多，怕是不够敷上几日。晚些时候，我将后续的药给你送去。医正大人不可，内宫女子严禁私会外男。我来这御医房求药，以冒大不韪之罪，怎敢与您再相见？揽月轩后院倒是有一处废宫殿，数时我将药放在那边离去，你自去取便是了。多谢医正大人。皇上，该为太后娘娘抓药了。替朕去查一下，是谁在背后为难揽月轩？是。小姐，您为了我，还特地冒着触犯宫规的危险，跑去御药房求药呢。小鱼怎么担当得起啊？没事儿，幸亏遇到了一名好心男子给了药，他还说数时会再送些药来。有了药，我们的伤很快就会好的，别担心。你怎么了？医正大人，您怎么还在这儿？根深露重，为何穿得如此单薄？我不冷。是不是内务府扣扣了月例？医正大人，此事与您无关，您还是快走吧。宫规森严，你我都担待不起。我给你把个脉，看看是否染了风寒。医正大人不可，请自重。我是医正，医者眼里无男女。我既入了宫，就是皇上的女人，即便您是医正大人，也不可逾矩。如果我说我就是，给我统统围起来，谁不能走？医正大人，您快走吧。其实不用，你让他们进来。医正大人，此事因我而起，您是个好人，我不能连累您。不急。哎呀！
大胆沈明夏，有人举报你私会外男，秽乱宫闱，还不给本宫拿下！沈明夏，本宫本不信赵美人所言，特来此地证明你清白。没想到你果真在此，若不严查，岂不是显得本宫管教无方呢？娘娘，奴婢本想回揽月轩，走错了路，无意间才来到了这儿，并没有私会外男，请娘娘明察。娘娘，这窗户开着，想必那狂徒已经跑了。娘娘，所谓抓贼抓赃、抓奸抓双，明夏虽身份低微，但也不可一人承担这秽乱宫闱的名头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敢嘴硬？把人给我带上来！奴婢可以作证，沈明夏和丫鬟密谋如何私会男子，奴婢为证公规，才向美人检举揭发。你是我宫里的下人，我如此真心待你，你怎么能出卖我？宫里哪有什么真心？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蠢。好啊，看来你是承认了。说奸夫是谁？人在何处？娘娘，秽乱宫闱，罪不可恕啊！本宫设六宫事，必要按照宫规严办。来人，给本宫把他拖下去杖毙！还不给我立即杖毙！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起来说话吧。皇上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怎么，只允许你们半夜喊打喊杀，还不允许朕来看看了？回禀皇上，有奴婢告发沈明夏私会外男，方才他已供认不讳，娘娘这才一律严惩的。哦，沈明夏，他所言是否属实？属实。当真私会外男？当真。你可知错了？知错了。好，来人，将这个以奴告主、背信弃义之仆拖出去，杖杀。沈明夏心思纯善，为救他人，不得已破坏宫规，其心可悯。此事就此了结，以后不可再犯。是。今夜受惊了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哎，皇上，沈明夏说他不得已才私会外男，可他入宫未久，与他人并不相熟，可见那人与他情谊非同寻常，说不定在宫外便已勾搭成奸。你不可轻饶速放，必须一查到底啊！沈明夏，赵美人说要朕一查到底，你敢说那名奸夫是谁吗？皇上，他这般模样，便是做贼心虚。您必须要查清楚那奸夫是何人。你想知道那名奸夫是谁？朕告诉你，皇上，那名奸夫便是朕。贵妃，你当真有明辨是非吗？朕将后宫交给你，本想你将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没想到你真是太令朕失望了。若是再有下次，朕就剥夺你的六宫主事权，将你交给母后，好好约束管教你。再有下次，不要再将朕推出窗外，朕保得住你。混账东西！竟然让本宫在皇上面前出如此大丑！从今日起，就撂了你的牌子，给本宫在宫中好好反省。十里桃花，待嫁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，挽进头发，檀香拂过，玉镯弄轻纱，
空留一盏芽色的清茶。倘若我心中皇上传诏，揽月轩沈宣室今夜乾清宫办驾。一莲花祈祷。臣妾见过皇上。沈选侍，你还记得在废宫的时候，朕说想看你的脸，你跟朕是怎么说的？臣妾说大人请自重，我既入了宫，便已是皇上的女人，即便您是依正大人，也不可逾矩。那现在朕能看了吗？看来朕的药不错，已是看不出来了。朕听闻你体弱，还有笑疹，朕替你诊诊脉。怎么，信不过朕的医说？母后每月的药，可都是朕亲自开的药方，亲手抓的药。臣妾没有信不过皇上的医术。朕只是替你诊诊脉。就算朕的医术不行，还有太医院的御医，朕保证一定能治好你的病。请皇上治臣妾欺君之罪。你说你没病，所谓的体弱笑疹，都是欺瞒之语，只是因为你不想侍寝。是。沈明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臣妾知道欺君之罪不可饶恕，臣妾甘愿领罚。那你说，当初为何不想侍寝啊？臣妾入宫前，母亲向术士求了一卦，说臣妾新婚100日内不得伺候夫君，否则夫君会被臣妾所克，轻则疾病缠身，重则阳寿减少。臣妾不得已才想出这个法子逃避侍寝。荒谬！朕乃95之尊，真龙之体，你一区区女子，如何克得了朕？坊间术士之言，你也信？不信，但不敢赌。你就不怕朕从此不再照信于你，就此老死宫中吗？皇上不仅是臣妾的夫君，也是天下之主，江山百姓都需要皇上。就算臣妾一生无宠，老死宫中，也甘之如饴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不傻，皇上是臣妾的夫君，妻子爱夫君，不该算得失及后果。在这后宫之中，他们口中说的爱朕，其实都是因为朕的权势、身份、地位。极少有人如你这般真心待朕，不计得失。你放心，你待朕一片真挚，朕也必真心待你、护你。怕？今夜不必怕，一切交给朕。师傅，到时间了，该催了。神仙是新宠，你现在进去不是触皇上眉头吗？那该怎么办？再等等吧。沈美人到了。宣是沈氏，温良淑惠，勤勉柔佳，甚得朕心。特晋为美人，钦此。
小姐，皇上这么大阵仗，还让王公公亲自来宣旨，可见啊，对您是独一份的恩宠。咱们小姐啊，这一次总算是熬出头了。皇上对我或许有偏爱，但这份偏爱不过3分罢了。而且小鱼，你别开心得太早。我当初装病避宠，如今啊，越是风光，怕是贵妃越觉得我心机深沉。再这么宠下去，恐怕她早早就要对我下手了。那这可怎么办？小姐，您快想想办法吧。那就主动招人惹事儿，给贵妃个机会。这是咱们想招惹就能招惹成的吗？别人或许不行，但有个人啊，肯定行。美人，如今您可是这后宫里风头最盛的人了，皇上的赏赐啊，一日胜过一日，别的宫羡慕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。美人，那么多品相好的镯子您不戴，怎么还戴这个？这是我入宫前娘亲送我的。宫中的赏赐就算再好，也不及娘亲对我的一片心意嘛。沈明夏，为何见了本宫还不行礼？你以为受了几日恩宠就能野鸡变凤凰，一步登天了吗？赵美人似乎忘了，如今你我同为美人，我不需向你行礼。那日贵妃撂了美人的牌子，美人不想着如何复仇，倒有心思管别人的事儿。沈明夏，你敢顶撞我！你一个不得宠的美人，如何顶撞不了？我的镯子，哟，还以为妹妹得了什么好的赏赐呢？就这种破烂货也值得在宫中炫耀，可别丢了皇家的脸。你是故意的，是有人。啊！美人！贵妃娘娘，沈明夏故意推臣妾落水，分明就是要害臣妾性命，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！沈美人，赵美人所言可属实。贵妃娘娘，是赵美人故意摔坏了臣妾母亲的镯子，臣妾一时心急才……贵妃娘娘，臣妾脚下不慎撞到了沈美人而已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镯子，可她却如此嚣张对待臣妾，分明就是仗着皇上的宠爱，不将臣妾放在眼中。沈美人，本宫念你一时情急，不如本宫做个主，你先向赵美人赔个不是，日后姐妹之间和睦相处才是。臣妾无错，臣妾不道歉。沈美人，你才得了皇上的欢喜，便连本宫也不放在眼中了吗？沈明夏，贵妃娘娘的懿旨，你可别给脸不要脸。是赵美人挑衅在先的，臣妾不道歉。沈美人，本宫本念你年轻气盛，想放你。你既如此张狂，那本宫只能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从今日起，沈美人身体有恙，不得侍寝，为免避气传染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等你什么时候学好了规矩，便什么时候再侍寝。贵妃娘娘，此事既然由臣妾引起，臣妾愿意带贵妃娘娘教教沈美人规矩。好，从今日起，沈美人你就去乐华殿好好学学规矩。本宫还当他是个什么心机深沉、手段高明的主，却是这么个得意忘形、蠢笨的货色。本宫还真是高看。那这沈美人娘娘想要如何处置？让赵美人去搓磨吧，她还不值得本宫出手。经过今日啊，
贵妃应该不会再把我放在眼中了。可是美人，您这是才出虎口又入狼窝啊！赵美人那般恨您，可不得使尽手段搓磨您。我要的就是他搓磨我。如今你被贵妃撂了牌子，又说你的病会传染，不准皇上探视。只要不了几日，皇上就会把你忘到脑后。毕竟你不像我，有贵妃娘娘做倚仗，没了皇上的恩宠，你什么也不是。若是你向我低个头，将来我在贵妃面前美言几句，说不定能解了你的禁。之前是妹妹不懂事，愿聆听姐姐教诲。本宫还以为你有多硬的骨头，还不是要向本宫下跪。不过你这跪的姿势不太对，不如你去外面日头下跪着，好好学学怎么跪的。是。他真以为跪个几日就能回到皇上身边了，简直蠢得可笑。真以为本宫会放过他？就算他服软了，他的牌子也不可能递到皇上面前。今日时辰没到就昏了，明日让他继续跪下。你这是什么样？想要苦死本宫吗？美人，您说要演戏给后宫看，要皇上心疼，特意吩咐奴婢熬了这风寒之药。奴婢怕看出端倪，不敢作假。贵人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如今赵美人可是把您往死里搓磨，也不知朕如何得意呢。先让他得意一会儿，得意的时候被打入谷底，才是最噎人的。沈美人，给本宫递茶。茶太凉了。沈美人啊，给本宫布菜。沈明夏，你夹的什么菜？放这么恶心！美人，要不尝尝这道？沈明夏，你是不是故意在恶心本宫？这菜都是宫中贵人做的，与妹妹有何干？美人，还是找宫中御医来瞧瞧。今日训诫时辰已到，妹妹先告退。贵人，沈美人如此不敬，要把她叫回来。叫什么沈美人？快给本宫叫御医！医正，本宫这是什么脉象？回媚娘娘，您的脉象的确有滑脉之症。滑脉？本宫这是有喜了？娘娘，您的滑脉之兆并非十分明显，许是月份太小。微臣建议您不妨再等等。等胎相稳了，再告诉皇后或皇上。有了这个孩子，本宫就能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，再也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。
美人，月华殿请了御医。明日你找个机会带话给王公公，就说本宫不是病了，而是因为镯子而受罚。这一次啊，我要让皇上的偏爱从3分变成5分。沈美人，水很烫吗？连茶杯都端不完。姐姐，水很烫吗？姐姐叫得如此痛苦，你居然敢泼我！泼你又如何？好啊，果然你这几日的恭顺都是装出来的。本宫今日就要好好教训你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贱婢拖下去，杖责50。你敢就不怕皇上和太后治你的罪吗？怕，我怕的已经请皇上来了。皇上驾到！姐姐，妹妹知错了，姐姐不要被划伤妹妹的脸。赵美人，还不许朕住手！时辰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赵美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被宫中嫔妃下死毒手，该当何罪？皇上，臣妾没有，都是他污蔑臣妾。你是想说，这手上的伤是他自己划的，簪子也是他丢在你脚下的，人也是自己摔倒的。荒谬！你当朕3岁孩童吗？皇上，你相信臣妾，臣妾真的是无辜的。皇上，你不要怪姐姐，是臣妾伤了姐姐的心，才这般。对，臣妾不过是摔了他一个镯子，他便将臣妾推入水中，他心思如此歹毒，本宫也是依照宫规训诫于他。你摔了他一个镯子，如此劣质的镯子根本上不了台面，如何与臣妾的性命相比？朕遇此镯子，你的性命如何能比？你待朕一片真心，朕该赏你什么呢？臣妾不想要宫中的贵重之物，只想要皇上的一个小信物，这样能让臣妾觉得皇上对臣妾是偏爱的。朕当年隐姓埋名，在军中历练，一场胜战后分到了些许战利品，但因军中职务较低，也就分得了一枚玉佩，一个普通的镯子。玉佩当年朕送给了皇后，这个镯子，朕送给你，可算偏爱。臣妾一定好好守着它，守着皇上对臣妾的心意，不告诉任何人这是皇上赏的，免得他们嫉妒。美人，您真的舍得吗？这可是皇上的信物啊！小鱼，在这宫中啊，我要抓住的不是皇上的信物，而是皇上的心。皇上，臣妾不知那是御赐之物，你就饶了臣妾吧。皇上，你不如就宽恕了姐姐吧。赵美人，你简直蛇蝎心肠，罚跪沈美人直到昏厥，滚水烫她手背，你还有半点嫔妃贤良淑德的品性？来人，并夺赵美人所有封号，贬为学士，给朕拖下去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朕既许了你偏爱，你就不要再委屈自己，这种宁可受罚也不说的性子，得改。与皇上给臣妾的真心相比，这点罚算什么？臣妾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。你简直单纯的让朕心疼。皇上，您不能罚臣妾，臣妾有
您的龙嗣。皇上，姐姐寓意龙嗣有功，您不可发她。就算你有功，但功过不可相抵，你就暂且溜进月华殿，好好反省吧。皇上不可。儿臣见过母后。恭请太后娘娘。你就是沈美人。臣妾沈明夏见过太后娘娘。就是你妖媚惑主，让皇上为了你连皇嗣都不顾了。好一张祸国殃民的脸！后宫竟然出了你这么个祸害！母后，此事与沈美人无关，一切都是儿臣的决定。无关。后宫皇嗣艰难，你登基至今膝下犹虚，难道会不知皇嗣的重要性吗？若不是因为他，你会不知轻重吗？要不是赵美人的丫鬟见机行事，及时通知哀家，哀家的第一个皇孙恐怕就被他蹉跎没了。是赵美人蹉跎沈美人在先，儿臣也是依律处置。太后娘娘，臣妾心气不顺，是因为御医说臣妾有孕在身，脾气才会反复无常。快起来，地上太凉，当心胎气啊！太后娘娘，方才的确是沈美人不服管教，将茶水泼在臣妾脸上，皇上不明真相，才会被她蒙蔽。沈明夏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臣妾肚子好痛，想保不住孩子，都是他害的。盛世，若是皇嗣不保，大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杖责50。母后，沈氏也是不知情，所谓不知者无罪，还请母后网开一面。皇嗣血脉为重，这个时候你还要偏帮这个贱人吗？太后娘娘，沈氏罪该万死，甘愿领罚。但眼下姐姐身子不适，还是先请御医吧。啊，对，请御医，快请御医！若是哀家的皇孙有个好歹，哀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太后娘娘，臣妾愿从这里磕头长跪致宗祠，为皇嗣祈福，再自请入冷宫。去吧。求苍天保佑皇嗣无虞，赵美人平安。求苍天保佑皇嗣无虞，赵美人平安。小姐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皇上至高无上，想要他的真心，唯有让他面对他无法抗衡的力量。太后的责罚只会让他无奈懊恼，反倒对我更加怜惜。而这份怜惜，若由愤怒推动，5分会变成7分。御医，皇嗣如何？娘娘脉象并非孕症。赵美人之前落水装病，喝了风寒之药。我知道这风寒之药和西香粉相冲，能让人脉象异常，犹如滑脉。我之前的举动让他陷入被动，他为了保住地位，一定会说出怨想，但他却不知道，这才是他无法翻身的局。
苍天保佑，皇嗣无虞，赵美人平安。不可能，昨日分明是你说本宫是华脉。娘娘，微臣昨日说有华脉迹象，但如果您最近服用了其他药物，也有可能造成假孕之下。微臣建议再等几日，胎相稳了再告知太后和皇上。您太心急了。本宫没怀孕，不会的，你再整整。娘娘，微臣方才已诊过数次，娘娘的确没有。荒唐！皇上，臣妾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你千万不要责怪臣妾。太后娘娘，赵美人，你欺辱沈美人被皇上撞见，为了脱罪，故意捏造怀孕的谎言，实在是令哀家失望。但是皇上罪罚在先，哀家不好违逆，即日起降为选侍，超经千变，好好反省去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求苍天保佑，皇嗣无虞，赵美人平安。美人，您的这些局未免也太险了，万一他不入局，您受的苦、吃的亏不都白受了？他一定会入局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赵婉如。这样的茶也敢拿给本宫喝？皇上好几日没来本宫这，都怪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梳不出个好看的样式。把手放那。方才皇上从本宫门前过，你为何要站在门口？说，你是不是要勾引皇上？你以为你有几分姿色，就能野鸡变凤凰，一步登天了？今天我就要毁了你的脸，看看你还怎么勾引皇上！不要娘娘，不要毁了我的脸！贵妃娘娘，她竟然敢瞪你，不如臣妾挖了她的双眼，给您出气。你们不得好死！赵婉如，前世你害我性命，今生我借你上位，你不冤。小鱼，你去吧，皇上马上来。这次我要让皇上的宠爱从5分变为7分。看之前，我像蝴蝶，扇动一场离别。我推开无声岁月，寂寞一夜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什么可这么重？皇上龙嗣血脉关乎国运，
臣妾是为皇上祈福，炼药星辰才会灵验。只要皇嗣没事，臣妾就算磕得再重也受得住。起来吧，朕送你。你有心事，是不是不开心？回皇上，臣妾没有。沈明夏，你可知道，在朕面前说假话，可是欺君之罪。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心疼那镯子，毕竟那是皇上给臣妾的一番心意，臣妾没能保护好它。别再想他了，朕再赐你镯子、珠钗、绫罗锦缎，补偿那个镯子，可好？不想要这些，那朕准你进入书房，准你长宿寝宫，半价，可好？皇上不可，那是昭仪以上位分的妃嫔才能享受的规制，臣妾不能恃宠生骄，乱了宫规。朕就知道，朕怜悯你这份小心，又心疼你这份谨慎。沈明夏接旨：美人沈氏，贤良淑德，世上晚盛，甚得朕心。特今为昭仪，钦此。皇上，这是越级封赏，不可，他们会说你偏心的。对，就是偏心。这后宫之中，除了皇后，朕还未将真心许给任何人。今日，朕将这份真心许给你，你可不要辜负了朕。臣妾对皇上的心犹如山海，山海可平，此心不移。你怎么就这么让朕心疼呢？贱人！娘娘，奴婢与那贱人势不两立，求求你帮帮奴婢吧。赵婉奴，宫斗本就是你死我活，只有死人才能永绝后患，你明白吗？你这是何故？臣妾今天脸上有些不适，不宜伴驾，还请皇上移驾别的姐姐宫中。不是，让朕瞧瞧。皇上，女子爱美，容貌尤其珍重，没有人愿意被心上人看到自己不雅的模样，所以皇上请恕臣妾今夜无法接驾。好，既然你不愿意，那朕也不勉强了。夏儿是真把朕当那贪图美色之徒了。圆圈勾勒成指纹，印在我的嘴唇。回忆苦涩的后宫流行花纹图样的妆容，小云就闹着给臣妾也画了个，臣妾觉得很不庄重，便想卸了，可颜色一时半会儿退不掉。皇上，您就别看臣妾了。秋水为神，玉为骨，芙蓉如面，柳如眉。谁说这妆不庄重了？朕的夏儿最好看了。数着一圈圈眼泪，我仍
生，将心事都封存，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。夏儿，祭天大典要到了，朕要去宗庙斋戒沐浴7日，方能行祭天大典。这几天委屈你了。祭天大典乃国之大事，后宫妃嫔不得伴驾，这是规矩，臣妾不委屈。你放心，朕说过要护着你，即便朕不在宫中，也会安排人护着你。皇上一早便去了太后娘娘宫里，有了太后的护持，这些时日娘娘您就不必担惊受怕了。不知为何，我这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的，似是有事要发生。娘娘，一定是您多心了，那可是太后，便是连皇上也要让着几分的。这后宫里谁敢忤逆太后的意思啊？皇上起驾哦！薇儿，皇上此次祭天大典，哀家先提点你安分些，不可像往日那般飞扬跋扈。姑母，您这是说的哪里的话？臣妾替皇上带长入宫，那定然是要为皇上分忧的。哀家是你的姑母，你往日在宫中的那些所作所为，若是没有哀家替你粉饰太平，你以为皇上会无所察觉吗？皇上之前对后宫之事不甚在意，哀家才能为你遮掩一二。如今审视新宠，你若是轻易动了他，那皇上便要与你离心了。姑母，您说笑了，臣妾怎么敢呢？你不敢便好，这后宫有哀家在呀，任何人都掀不起风浪来。说什么本宫是他亲侄女，实际上还不是为了皇上袒护那个贱人。贵妃，那毕竟是太后娘娘，要不您还是先别动沈昭仪。他想做主，那本宫就让他做不了主。至于那个贱人，自然会有人替本宫收拾的。娘娘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，喝杯茶吧。你居然拿着茶叶末来糊弄我！娘娘，如今您被降为选侍，按照分例就只能分到这种茶叶了。你是不是看本宫失势，故意说这话来消遣本宫？娘娘，奴婢不敢。你这贱人，也敢欺负本宫！娘给我滚！贵妃娘娘，你怎么屈尊降贵来了？赵选侍，娘娘有事吩咐你去吧。这是巫蛊人偶。皇上离宫，是你扳倒那贱人最好的机会。至于做还是不做，便在你一念之间了。娘娘，在宫中行巫蛊之术，可是死罪啊！娘娘三思啊！你懂什么？
皇上离宫，沈明夏就失去了一战。只要他死了，本宫复位还不是指日可待？这是你亲手做的？皇上交代臣妾要孝敬母后，可臣妾看您这宫中什么也不缺，唯有亲手绣一个抹额来聊表寸心。但臣妾手脚粗笨，望母后不要嫌弃。皇上极少对后宫上心，皇后身子弱，难有子嗣。如今有你陪在皇上身边伺候，哀家便放心多了。陪哀家去园子里走走，赏赏花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御医，御医！贵妃娘娘，这有用吗？御医都束手无策，找不出病症。本宫为了姑母，也是无奈之举。贵妃娘娘，太后是中了巫蛊之事。放肆！巫蛊之术乃宫中大忌，是何人竟敢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？法师，能否帮本宫将此人找出来？娘娘有命，贫道自当竭力所为。那巫蛊之术就在这儿。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吵闹争辩，知道了吗？娘娘，今日此事冲我而来，怕是无法善了。你只管保住自己。这是太后娘娘的迷会。沈昭仪，你该当何罪？臣妾冤枉！冤枉！东西就是从你宫中搜出来的，你还狡辩！这揽月轩也并非水泼不进的地方，下人们进出也是常态。赵宣师，你为何如此着急把罪名扣在我头上？娘娘，如今太后娘娘卧病，您是唯一的主事人，必要为宫中肃清祸端啊！这安息香啊，是本宫找人秘密调制的。只要太后闻上几日，便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昏睡过去，就连太医也查不出缘由。等太后昏迷，在这个宫中，还不都是本宫说了算？太后之前责罚沈明夏，她怀恨在心，按下巫蛊之术，被娘娘揭穿后，依照宫规杖毙。那即便是皇上回宫，也找不出娘娘的半点错处。巫蛊之术乃宫中大忌，只能严刑伺候。去，把揽月轩的下人都招来，给本宫打，看他们招不招。是。奴才招了。是沈昭仪吩咐奴才将东西埋在树下，一切都是沈昭仪吩咐的。你胡说！臣妾没有。沈昭仪，昨天是你将香囊交给奴才，让奴才放在树底下的。你还说揽月轩不会有人知道，奴才这才不得已帮你办了事的。娘娘，
娘娘，奴才本不敢。是沈昭仪拿奴才家人的性命威胁奴才，奴才迫不得已。而且奴才根本不知道里面是巫蛊之物呀，娘娘。沈明夏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何话可说？臣妾无话可说，没有就是没有。贵妃娘娘，她如此嘴硬，不用重刑，怕是不肯招认。来人，给本宫打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月，我刚刚怎么交代你的了？不行，主子，你是主子，我是奴才，哪有奴才看着主子挨打的？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还不给我把他拉开！沈昭仪，侍奉太后，宫下之心人尽皆知，自己就是这个奴才，蓄意陷害，说不定是您在暗中指使。你一个区区奴婢，居然敢指摘主子！来人，给我掌嘴！小月，沈明夏，本宫劝你还是乖乖的招认，还可以少吃些苦。贵妃娘娘是想屈打成招吗？臣妾不招。那就给本宫继续。娘娘，臣妾是皇上的妃嫔，既要定臣妾的罪，是否也要等皇上回来了，要杀要剐，由皇上定夺。你想拖延到皇上回来救你的命时，可惜啊，等不到了。贵妃娘娘，宫中行巫蛊之术罪无可恕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何须等皇上回来处置？来人，赐沈昭仪白绫1条，即刻行刑。住手！皇后娘娘不在宫中好好养病，怎么有空来看臣妾处置后嫔呢？本宫之前身子不适，怀由贵妃你代掌6宫之事。如今本宫身子大好，这处置宫嫔之事，就不劳烦贵妃妹妹越俎代庖了。方才你宁死不招，可是有什么冤屈？此事并非臣妾所为，臣妾不得招认。皇后娘娘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他如今不过是狡辩而已。萨满，将那巫蛊之物拿来本宫看看。臣妾已经查验过了，怕是皇后您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吧？这布料似是丝韵锦缎呀。本宫记得今年的丝韵锦缎尚未进宫，沈昭仪入宫不足1年，如何有这丝韵锦缎？贵妃你替本宫掌管6宫之事，便是如此草率定罪的吗？既然沈昭仪没有这丝韵锦缎，那想必这巫蛊之术也不是沈昭仪所为。本宫做主断定，此事并非沈昭仪所为，无罪开释。皇后娘娘，你就凭个袋子就放了沈明夏，未免太偏袒了些。这东西毕竟出自揽月轩，他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。皇后娘娘，能否将此物给臣妾一管？
这污秽之物烧了吧。娘娘，这字条上好像沾了东西。金粉，这金粉想必是那人写字时无意沾上的。金粉在宫中只有一种用途。金粉条墨，玉抄经书。赵选侍，这个月中只有你领取过金粉，说是不是你写的？你以为将个字条埋在揽月轩中，便能栽赃沈昭仪了？没有想到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在这露了马脚。不是我，贵妃娘娘，你快帮臣妾说句话呀！赵选侍，你先冷静冷静，莫要胡言乱语。皇后娘娘，你想强行为沈昭仪开脱，可东西是在揽月轩发现，仅凭一些金粉就断定是赵选侍所为，未免也太偏颇些了吧？至少也得拿出个人证不是？皇后娘娘，奴婢乃赵选侍贴身婢女，无故要检举揭发。这上面的字乃赵选侍所写，不仅字是赵选侍写的，就连这巫蛊之物也是赵选侍给了200两银子，指使那小太监买的，让他构陷沈昭仪，夺了恩宠，又害他失了位分，所以才想出这借刀杀人之计，想要害死沈昭仪。芙蓉，你。你再任由他折磨，只怕熬不到出宫之时了。你若帮我，我帮你脱离苦海，保你平安出宫，和家人团聚，如何？把东西埋回去。娘娘，既然知道他要害您，您把东西扔了便是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他赵婉如若心存善念，我便留他一线生机；可他若置我于死地，那这张沾了金粉的纸，就是他的催命符。皇后娘娘，奴才的小店房就是收留包尔，就用银200两。又是私玉锦缎。本宫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丝玉锦缎历年都在贵妃娘娘宫中。贵妃，你如何解释？我要你将包裹上的锦缎换成贵妃所赐的丝韵锦缎，你可否做得到？贵妃指使赵婉如对我下手，我又怎么可能让她全身而退呢？臣妾素来爱赏赐下人，当初高看赵选侍，便多赏赐了一些，可没想到他竟然用来包裹如此污秽阿杂之物，当真是辜负了臣妾的一片真心。赵选侍，你初入宫是怎么能得知太后的生辰八字的？莫不是背后有他人指使？若你如实招供，本宫饶你一命。赵选侍，你犯的可是死罪，不仅自己罪责难逃，就连在朝中的父兄，只怕也会受到牵连。你最好想清楚。是我恨沈明夏，这才栽赃陷害了他。你罪无可恕，本宫本该即刻处理的，但你毕竟是皇上的嫔妃，不如等皇上回来后，你亲自向他交代。来人，拖下去，关起来。皇后娘娘饶命！贵妃娘娘救我！贵妃娘娘救我！贵妃，今日之事，等皇上回来后，我也会如实回禀。你好好想想，等皇上回来后，你该如何交代？哼！谢皇后娘娘为臣妾洗泉冤屈，皇后娘娘救命之恩，臣妾无以为报。
这玉露膏祛疤疗伤的效果最好了。你好好养养身子，以后伺候皇上，就是对本宫最好的报答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上来白白挨打。你是我的小姐，也是我的主子。当年若不是你阴阳和您救下了卖身葬父的我，我也许流落街头，也许落入青楼。从那时候起，您就是奴才的主子，奴婢不能看着您受他们欺负，就算是要挨打，我也得挡在您的前面。傻丫头，起来。你忘了，我们有芙蓉作证，能洗刷冤屈的。奴才想着，太后一倒，宫中便是贵妃娘娘只手遮天，就算我们有芙蓉，只怕也无人为您做主。没想到皇后娘娘从不过问宫中事，却会为了您出头。因为自始至终，皇上托付的就不是太后，而是皇后。你放心，朕也说过要护着你，即便朕不在宫中，也会安排人护着你。太后是贵妃的亲姑母，皇上并非全然信任她。可皇后不一样了，他们夫妻情深。若说这皇上在宫中最信任谁，那必是皇后。可皇后娘娘若无私心，自然会来；若有私心，她不来或者来晚了，娘娘您不就……她若无私心，必会因对皇上的承诺而护我；她若有私心，也不会因为一个新宠的妃子失了皇上的信任。所以，她必会保下我。娘娘，奴婢一想到今日的情形，还是后怕得很。你不用怕，现在该怕的应该是某人。贵妃一定会来救我的，一定会来的。贵，怎么是你？怎么，以为是你背后那位主子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皇后娘娘说的没错，你一个刚入宫还遭了贬的选侍，怎么可能会拿到太后的名讳和八字？又是怎么可能潜入太后宫中，动手脚，令太后昏迷呢？这一切，想必都是你背后那位主子干的吧？沈明夏，你别想在这里诈我，我背后没有人，一切都是我干。我恨你争了皇上的宠爱，夺了我的位分，我要你死！这一巴掌打你心思歹毒，残害他人心；这一巴掌打你手段阴狠，为争宠不择手段。你敢打我！这一巴掌打你愚不可及，死到临头了还犹不自知。沈明夏，等我从这里出去，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要我死，不如姐姐还是想想，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你想杀我？杀你只会脏了我的手，我不会对你动手的。姐姐现在是不是还在做美梦？你背后那位会保你出去啊？不如我们打个赌，你若出得去，我就在皇上面前恢复你的位分；你若出不去，那黄泉路上可别再认错仇人。你我姐妹一场，这个礼就当妹妹提前送你上路了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贵妃娘娘，你终于来了，臣妾就知道你不会抛弃臣妾的。娘
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赵选氏，这件事势必要有一个交代。本宫跟你承诺，你死后，本宫的父亲自会照应你家户型，你赵家该有的用处不会有。娘娘，我不想死，我保证不会说出你的命令。你就救救臣妾吧！滚！若不是你太蠢连累了本宫，本宫又怎会被逼得要亲自动手？本宫相信，只有死人才不会透露秘密。如今你死也得死，不死也得死。送赵选氏上路吧。赵选氏谋害太后，畏罪自尽。娘娘，您就上点药吧，再不上药，这伤口怕是要溃烂了。不用上。娘娘，您发热了，我这就找御医给您开药。不要去，这伤我还有用处。这能有什么用啊？苦肉计，听过吗？皇上驾到！皇上，夏儿，朕刚行过祭天礼，这听闻宫中出事，便匆匆赶了回来。谁做的？朕定饶不了他们。来人！皇上，不过是一场误会。赵选氏已经伏法，您一回来，便因臣妾动雷霆大怒，不仅您的英名会受损，他人还会说我搞得后宫不宁。此事就此作罢吧。那你岂不是白受委屈了？有皇上、皇后护着我，臣妾不委屈。你是朕的人，就不能三番五次让你受委屈。这件事，朕绝不可能就此罢休。皇上，不可。夏儿，御医，快传御医！皇上，您已经照顾娘娘3个时辰了，如今夜深了，应该保重龙体。这里有奴婢伺候着。不，夏儿背上有伤，躺着怕是不舒服。朕抱着她，她会好些。你下去吧。是。皇上不可为他人告病，不可。好，朕答应你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夏儿，朕要再尽你的位分，就要让你走到别人无法伤害的位置，才是对你最好的保护。娘亲，夏儿想娘亲了。我为复仇而争宠，一切都不过是手段和算计。可皇上这般真心，让我如何忍心继续欺骗利用他？昭仪沈氏，自入宫伴驾，端庄淑惠，德才兼备，为6宫之表率，特赐以妃位之礼，还家省亲。娘娘，您的虎肉计就是为了让皇上准允您回家省亲？有些账也该算了，有些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。小鱼，你猜这次我们能一石几鸟？爹爹、嫡母、长姐，我沈明夏回来了。妃位之礼，还家省亲。皇上他分明就是打算等他沈明夏回来就封妃，我绝不能。贵妃娘娘，
如今太后还在将养中，皇后娘娘因为赵选氏的事情，还盯着咱们养华宫呢。您不如先避其锋芒，隐忍一阵子。他一个小门小户的出身，不过是因为救了皇上，才麻雀变成凤凰。允许他什么风度？去，拿笔墨来，本宫要修书给父亲，让他安排人手帮我盯着沈子。本宫就不相信他抓不到他沈明夏什么把柄。是。沈昭仪奉旨省亲，跪。见过昭仪娘娘。若若，娘亲，许久不见，身体可有恙？一切安好？好，一切都好。夏儿，有爹爹在，自然会照顾好你娘。爹爹这些年对娘亲的好，明夏都看在眼里，倒也不必这么说。若若。娘，这没事。大娘，我当初入宫前，你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不要争宠，可皇上还是看中了我，封了我昭仪。你现在是不是很窝火呀？你和你这个狐妹子的娘一样，就不是安分守己的人。沈尚书，你纵容夫人顶撞昭仪，管家尚且无方。让本宫如何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轻声啊？无礼！还不快向昭仪娘娘认罪！你敢打我！当日你可是凭借着我爹，才有了今时今日的地位。现在你居然敢翻脸不认人！如今我女儿贵为昭仪，你若再生事，休了你也无在话下。夏儿，你大娘不懂事。你不要与他计较了。你舟车劳顿，不如先进府休息吧。既然大娘不懂事，那就去祠堂跪着，好好反省，什么时候懂事了再出来。若若，走走。老爷，老爷，若若，我的若若。我的若若，娘知道，那深宫处处为姬步步惊心，这些日子怕是苦了你了。娘，如今我得蒙圣宠，那柳氏恐怕只会越加欺负您。娘亲受的苦，都是替我受的。娘，你放心，女儿现在长大了，能为您撑腰了。您这些年受的委屈，我会一笔一笔的讨回来。您的名分，我也会让爹爹亲口说出来的。这些年，娘已经习惯了。你现在贵为昭仪，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。倒是那沈明春手中那枚玉佩，在他手中太危险了，需要尽快拿回来。毕竟，那是我和人私定终生的罪证。沈明夏，你这个卑贱的庶女，竟敢欺负我娘亲！如今我贵为昭仪，我若是卑贱，你这个嫡女恐怕比我还卑贱。自打我从晋州回来这3年，无数次这样对我，就通通还给你。你再敢打我，我就去皇上那告发你，说你曾经私通他人，早已非清白之身。你若是去皇上那告发我，皇上怪罪下来，只会连累沈家。到时候爹爹入狱，你和大娘同样被牵。罪臣之女，你这辈子都没指望了。不如你把这玉佩还给我，我把大娘放了，保你们一辈子荣华富贵，如何？你当真？自从我得蒙圣宠，步步高升，你就失去了主动权，只能相信我了。你即便去皇上那告发我，仅凭一枚玉佩，只要我咬死不认，你也拿我没办法。是要撕破脸面，还是姐妹情深？你自己选。
此物事关重要，留不得。娘娘，回宫的时辰到了，该起驾了。若若，若若，娘，照顾好自己，我先走了。若若。沈昭仪回来了吗？回皇上，回来了。只是沈昭仪一路辛苦，说是已然歇下了。那朕也早先安置吧。皇上，贵妃娘娘近日似乎有些身体不适，您看在太后的面子上，是不是去探望一二？好，朕去看看她。娘娘，皇上那边传话，今夜来要花宫。真的？快给本宫梳妆，把那套金丝16裙给本宫换上。哎，还有那套金丝朝凤钗。话可传到耀华宫了？传到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朕虽然不知道你是哪个宫的，但你此行为已然触犯了宫规。王公公，拖下去，杖责20。皇上真的舍得责罚臣妾吗？夏儿，臣妾感激皇上让臣妾回家省亲，思来想去，特地学了这支舞献给皇上。谁料皇上居然要责罚臣妾，臣妾这就去领罚。不许走，继续跳给朕看。御花园跳舞勾引皇上，可是触犯宫规的，臣妾不跳。那就去朕的寝宫跳。摆下揽月轩。下当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抢本宫的神器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就是，咱们娘娘金枝玉叶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爹那边怎么样？有没有消息？娘娘，相府回信了。这妃位的服饰啊，就是好看。咱们娘娘穿上，那真是端庄华贵，美冠6宫。不可胡说！哪里胡说了？他说的对，你的确是端庄华贵，美冠6宫。便是这身衣服，也未必配得上朕的夏儿。皇上，你不是去宗庙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今日是你的封妃大典，朕亲自接你去宗庙。朕早就想册封你为妃，但册封妃位须祭天地宗庙，选良辰吉日下诏书，
这才拖到今日。如今高祖、皇祖在上，今日后你的名字就纳入皇室宗典，与朕再也不分开。宣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昭仪审事，婉顺贤明，谨守妇德，辅佐朕公行天下。今上告天地宗庙，下诏百姓，特封沈氏为妃，以作崇祯之表。皇上，不可封沈明夏为妃。族贵妃，这里是宗庙，现在是朕的封妃大典。皇上，沈明夏他身犯欺君之罪，百死莫赎，皇上绝不可封他为妃。皇上，臣妾要状告沈明夏，身为庶女却冒充嫡女入宫选秀，此乃欺君之罪，望皇上明察。皇上，此事还请您听臣妾解释。沈明夏，你只管告诉皇上，你是否为沈家庶女？沈明夏是庶女顶替嫡女入宫。相爷那边查得千真万确，沈明夏的确是府中姨娘所生，并非嫡女。且那日省亲，她与嫡姐在府中争执，沈明春亲口喊出她是庶女，我们等人在院子里听得真真切切。沈明夏，看你这次还如何辩解？是。皇上。沈明夏能隐瞒其卑贱身份入宫，沈家上下必定脱不了干系。臣妾恳请皇上明察，彻查沈家。娘娘，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您责罚臣妾便是了，不要牵累臣妾的母家。沈家犯欺君之罪，难道不该彻查吗？好了，刘贵妃，此事朕自会决断，你下去吧。皇上。您是想包庇史昭仪吗？不过是嫡庶身份问题，朕不在意。你温婉贤德，识大体，知礼仪，已有世家嫡女风范，这件事朕不计较。皇上，皇上，不好了，御史们已经到了宗庙外，跪求皇上惩处沈昭仪。御史台，是你，你竟敢不经过朕，就将此事提交御史台？皇上，此事已非后宫小事，而是朝臣欺上之罪。臣妾父亲也是为了肃整朝堂，才提交的御史台。你的意思是，朕今天要是不处置沈家，明天御史就会连本弹劾朕，在史书上留下朕沉溺美色、废礼误国的骂名，是吗？你这是在逼朕！皇上，此事既已提交御史台，就不再是后宫家事。臣妾不能让您在后世史书上留下污名，还请皇上秉公处理，先查此事。夏儿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恳请皇上秉公处理。好，召沈尚书入宫，朕亲审。沈明夏，你敢和我斗，我不仅要你的命，我还要你沈家南门陪葬。微臣沈明礼叩见吾皇。沈尚书，你可知罪？微臣知罪。沈尚书，当着皇上的面，你可要说清楚。沈明夏冒充嫡女入宫，是不是你出的主意？是。哼，若不是沈尚书出的主意，仅他一人，只怕是没有办法瞒天过海，掩盖所有人的耳目吧。皇上，沈家做出如此悖逆之事，沈家上下一个都不放过。皇上，臣妾代替嫡姐入宫一事，乃臣妾一人所为，与父亲无关。当初选秀之时，嫡姐病重，
臣妾不忍嫡姐带病入宫，便主动顶替了嫡姐。父亲本不知情，是臣妾暗自将自己的名字记入了花名册。父亲知道时木已成舟，便只能隐瞒了下来。请皇上降罪臣妾吧。沈尚书，沈昭仪所言可是真的？当真是他一人所为？沈明夏，你可知道朕一旦下诏书，你是什么罪名吗？臣妾知道，请皇上不要牵连臣妾的母家和父家。沈昭仪，你倒是为了沈家尽心尽力啊，连这样的大罪都一力背负下来。沈家可真是生了个好女儿。皇上，眼下沈尚书与沈昭仪皆已认罪，臣妾恳请皇上立即下旨处置沈昭仪。沈明夏篡改修女名册，以庶女冒充嫡女入宫，轻请皇上擢降为选侍，闭门思过，退下吧。皇上，只是降了位分，是否划得也太轻了些？贵妃，你还想怎样？臣恳请陛下依律处死沈昭仪。臣恳请陛下依律处死沈昭仪。皇上，小女沈明夏虽将自己名字记入名册，但符合皇家规制，不曾欺君冒上，还请皇上明察，饶过小女死罪。夏儿，你有何事？父亲，我今日省亲是为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而来。如今我深受皇恩，当初以庶女身份顶替嫡姐入宫之事，怕是瞒不住太久。万一东窗事发，父亲的前途和沈家满门的性命可都不保。这可怎么办？夏儿有一个办法，能让沈家避过此劫，请父亲应允。好，什么办法？还我母亲当年身份。皇上，当年微臣入京赶考，拜入国子监祭酒名下，并起妻女为妻。但微臣并不知晓家宗已为我娶了李氏为妻。待我回乡之时，李氏已然过门，若再休离，恐其为人诟病，再嫁不易。李氏得知此事，甘愿以妾室自居，留在家乡奉养微臣父母。但在沈氏家谱上，本就是妻。这是族中长老的证婚书和族谱。可是当初入宫选秀选定的是你沈家嫡长女，就算沈明夏她是嫡女，也并非长女，依然是欺瞒之罪。夏儿她本就是嫡长女，只因她性情温婉，不愿回京后争夺大小姐名分，故而自己缩小了半岁，是妹妹。微臣这有族中长老和稳婆证明夏儿的出生纸。你既符合规制入宫，方才为何不解释？所谓子不言父过，臣妾若解释了，就是在指责父亲的过错。夏儿不能。你就是太善良，太过为他人着想。你可知道，方才朕差点就护不住。既是误会，现已澄清，告诉外面的丞相跟御史们，都散了吧。沈尚书，微臣在。今日之事，皆因你一人而起。你若早日为李氏正名，便不会有今日之事。朕令你回去就为李氏风光正名，再罚3月俸禄，以示惩戒。谢皇上。贵妃，你闹得满城风雨，却是一场误会。你可知道，
多少人在看笑话？臣妾都是为了皇上您啊！所谓关心则乱，所以才……事情未查清楚就妄下决断，甚至还惊动了御史台。你这性子也要好好改改了。从今日起，多去母后宫中陪母后抄经书，好好修修你的性子。你这万事为他人考虑，自己受委屈的样子，真是让朕又爱又心疼。以后也得改。方才吓着你了吧？没有，只不过耽误了皇上的封妃典仪，枉费了皇上对臣妾的一番心意，臣妾心疼皇上。没关系，封妃可以再挑个好日子。今天你受委屈，朕虽然不能再加封你，那就赐你个名号吧。你贤惠淑德，朕就赐你个惠子吧。起来吧。小鱼恭迎惠妃娘娘。你消息倒是来得快。奴婢还知道娘娘终于得偿所愿，为姨娘证明了。当年我爹为了攀附权贵，贬妻为妾，我娘背负骂名那么多年，这个公道我是一定要讨的。所以娘娘从省亲时就在算计老爷了。罗贵妃视我为眼中钉，那沈府必定有她的耳目。我故意激怒沈明春，为的就是今日。我爹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一定会将娘正妻的身份公开。以后啊，娘再也不用看嫡母眼色了。娘娘以身入局，惹得皇上心疼不说，还封了妃，还因祸得福，加了封号。如今离贵妃娘娘的位置不过半步之遥，真是一石二鸟的好计谋。不，是一石三鸟。你知道吗？今日啊，罗相带着御史台死谏，才是让皇上最为忌惮的。卖官鬻爵，结党营私，还有什么是他干不出来的？皇上，罗相高居相位，又加上太后是他的亲姐，潮州人自然对他趋之若鹜。如今罗相在朝中的势力已是盘根错节，根深蒂固。无论多深的梗，都给朕查。他今天敢待御史台逼朕，明天就敢逼宫。既然他不把朕放在眼里，那朕也不能再容他做大了。属下明白。皇上，要不奴才让人给您送些点心？不用了，没有胃口。要不您去惠妃那坐坐，毕竟惠妃今日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来驾揽月轩。你终于回到了我这里。以玉佩为信，他日归来，定10里红妆，娶亲为妻。此行日月可见，此生不渝。3年前，我与娘亲还在晋州居住的时候，我上山采药，却遇到了放了他！你中了我的毒镖，现已找大夫，还有可能活命。不如你放了我，大家各走各路，几号要紧，就死路一条。我奉皇家之命剿匪，绝无可能放了他。
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多谢姑娘、大娘相救之恩。是你先在山中救了我，我只是行回报之礼。你如今身中剧毒，双目暂时失明，脸也被毒气所烧，容颜有损，声音嘶哑。不过这些都没关系，等到毒素排出体外，至多3个月便可恢复。在下朱小黑，敢问姑娘芳名？姑娘名讳不方便同外人讲，如果娘亲都唤我叫若若，你就唤我若若吧。好，多谢若若姑娘。那小黑啊，只怕要不了2日，便能双目复明，面目恢复了。承蒙姑娘不弃，多日照料，但无身负重任，唯有不告而别。但姑娘人善慈悲之心，令吾心向往之。以玉佩为信，2日归来，定10里红妆，娶亲为妻。此信日月可见，此生不渝。娘娘，夫人说了，这东西留着就是个祸患，您还是早些处理了吧。我知道，自打我入宫以来啊，就没有再痴心妄想再续前缘了。你就让我留个念想吧。娘娘，这玉佩一看就是男子的随身之物，若是被皇上看到，您该如何解释？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夏儿呢？皇上，我们家娘娘今日身子不适，已经睡下了。朕知道她心里不痛快，所以这不是特地来看看她吗？夏儿，小鱼不是说你身体不适，已经睡下了吗？臣妾睡不着。在画什么？不许挡着，给朕看看。太后诞辰将至，臣妾又不知道送什么礼，就想着画一幅松鹤延年图，但又怕画的不好，所以就不便说出来。这幅画很好，母后不喜骄奢，这幅画倒是投她所好，母后会喜欢的。夏儿，朕都未来得及为母后准备寿礼，你却已伤了心。你这份孝心，朕很感动。常言道，
爱屋及乌。臣妾爱皇上，自然也想着对太后尽孝。况且，臣妾尽孝，不就是皇上尽孝吗？夏儿，朕答应你，以后只偏宠你一人，朕将整个后宫的独宠都给你。皇上，朕看你这幅画上，似乎还少几个寿字。臣妾字不好，本想着写字，但又怕毁了画。朕帮你。惠妃不必多礼。之前娘娘相救之恩，明夏一直铭记在心。今日是特地拜谢娘娘的。皇上自从登基以来，忙于政务，后宫之事极少管理。我身子不好，不能常在皇上左右伺候着。皇上怜惜我，便把后宫之事交给贵妃。她欺负你，我自然要护着。不过皇上如今疼你，你倒也不必太担心。娘娘，您该喝药了。我自小染了寒症，每日药不离口，让妹妹见笑了。寒症，御医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，只能每日靠这些药物维持着。我少时家中有个郎中，给了我些民间的方子，把药物制成香囊带在身上，方能缓解些许症状。明日我做个香囊来给娘娘送来。那就先谢过妹妹啊。对了，我这里呀有些头面首饰，妹妹正值芳华，这些首饰啊正适合妹妹。你若不嫌弃，便拿去吧。那妹妹谢过姐姐了。沈明夏去皇后宫里了。是的，那边眼线说他可是被留着说了好一阵子话呢。皇后还赏了很多首饰给惠妃，惠妃也说要亲手做香囊送给皇后娘娘。皇后那个小门小户，空有名分，没有权利。如今看她沈明夏得宠，倒也顾不得体面，居然上赶着巴结。娘娘，皇上对皇后敬爱有加，那沈明夏又正得圣宠，他们若是联手，恐怕于娘娘不利呀。本宫虽然不惧怕他们，但你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。既然他沈明夏想和皇后联手，那本宫就让他们狗咬狗。通知坤宁宫那边，看准时机动手。是。娘娘，过几日是太后的圣寿，您是要出席的吧？当然，母后的寿诞，我身子再不适，也要去给母后祝寿。那您的身子可受得住那繁复的仪式？说起来啊，自从惠妃送了本宫这个香囊，本宫戴在身上，寒症好像真的减轻了不少，身子也轻快了。这次应付起来啊，应该不难。皇后进献白玉佛像一尊。好，好。贵妃进献南海香珠一串。太后娘娘，这香珠啊，传说有安神助眠的功效，臣妾可是花了好大的功夫才凑齐这108颗的呢。知道你孝顺，
哀家甚是喜欢。贵妃信件，苏贺延年图一幅。把画给哀家拿过来看看。都说惠妃心灵手巧，这画呀，画得好，画得好。不过这画上的寿字似乎有些眼熟啊。回禀太后娘娘，臣妾字不好，怕您笑话，所以这字是儿臣写的。这画我喜欢，回头给哀家挂屋里去。都说各送各的礼讨太后娘娘欢心，皇上您这可是明着偏帮惠妃作弊啊！惠妃刚进宫，不像贵妃娘娘家底厚，皇上偏心一些也是正常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孝顺，哀家都喜欢，那用餐吧。好。皇后娘娘，近日气色似乎好了不少呢。是啊，多亏了惠妃妹妹送给本宫一个草药香囊，本宫带在身上啊，竟觉得身子轻快不少。呀，这香囊绣的可真好看，可否借臣妾看看上面的花样？臣妾回头也学学。就你啊，娇生惯养，比不得惠妃心灵手巧，还是算了吧。算了算了，太后娘娘都这么说了，臣妾还是不学了。啊！可别弄湿了里面的药草。这是何物啊？这好像是麝香。麝香？这么大一块麝香随身佩戴，怕是不宜有孕啊。惠妃，你为何这般对皇后娘娘？臣妾也不知道这香囊里为何会有麝香啊。惠妃，这香囊是你给皇后娘娘的，若这麝香不是你放的，那只能是皇后自己放进去的。难道说皇后娘娘是故意避孕，不愿意诞下龙嗣？这太后的心病就是皇嗣，只要本宫捅了太后的心窝子，这件事儿就不可能善。无论最后这账是算在惠妃头上还是皇后头上，得意的都是娘娘。皇上登基至今，始终膝下有虚，哀家原本以为是天意，没想到居然是有人在后宫搞这种阿杂手段。皇后，你告诉哀家，这麝香是你放的，还是惠妃放的？臣妾也不清楚。母后，今日是您寿诞，此事不如暂时搁置，等您寿诞过后，朕再严查。太后娘娘，皇嗣乃国本，您可千万不要心软啊！对，这件事情必须彻查到底。皇后，你说。回太后娘娘，自从妹妹把香囊给臣妾以后，臣妾从未打开过，更不知什么麝香。那便是惠妃故意放在香囊里，想用阴私手段加害于皇后娘娘。贵妃，朕说了，此事容后再查，不要耽误母后的良辰吉日。皇上，今日若是不查清楚，你让太后娘娘如何过得好这个寿辰？惠妃，现在就你嫌疑最大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招认了吧。臣妾没有。你若没有，那此物如何而来？难道非要太后娘娘用私刑，你才肯招认吗？够了，惠妃，今日母后寿诞，你口口声声用刑招认，你还要假活到什么时候？臣妾只是不想皇上被奸人所迷惑。可此物并非麝香啊，这是臣妾用牛黄和石菖蒲制成的药物，贵妃莫不是看错了？不可能，本宫绝不可能认错，这就是麝香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这是不是麝香，请御医一验便知。
回禀皇上、太后娘娘，此物的确不是麝香，正如惠妃所言，此物是牛黄和石菖蒲所制的药品，可以提神醒脑。我明明让……是你换了药。这是麝香。这是你赐予本宫的香囊中发现的。此人好歹毒的心思，若是当众揭穿，娘娘和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不如咱们就按兵不动，将计就计。贵妃，本宫知道你对皇上一片真心，不过你这冲动的性子，上次巫蛊之事早就错怪了惠妃，这次拿着药饼却口口声声说是麝香，可惜了母后60大寿。太后娘娘，皇上，臣妾真的以为这就是麝香。贵妃，你代掌凤印，掌管6宫生杀大权，下次还需要稳妥一些，不要再冤枉了。没有下次了。贵妃，如你如今的习性，的确不适合在职上风。自即日起，6宫重新由皇后执掌，你就好好做你的贵妃吧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臣妾知错了，求求您帮臣妾求求情吧，臣妾再也不敢了，臣妾真的知错了。皇上，皇后，怎么了？许氏方才进了一些油腻，一时间有些反胃，没什么事。母后，皇后身体不适，请恕阿臣先行告退。母母，您快帮帮臣妾吧！皇上把那凤印还给了那个贱人，臣妾这些年的苦心可就都白费了。你最近委实太冒进了，3番5次得罪沈氏，如今又得罪了皇后，皇上正在气头上，只怕哀家也说不上话。可您就甘心看这大权落在别人手里吗？你只关心凤印权力，你就没好好想想皇后离开前的那个病吗？那贱人不整日都那病殃殃的吗？没说上几句话就恶心呕吐的。您是说皇后可能有喜了？若她真有喜，那便是皇上的嫡长子，那你的凤印怕是再也回不来了。不行，不行，姑母，您答应过臣妾的，不仅是这凤印，就连那皇后的位置，将来也是臣妾的。要怪只能怪你肚子不争气，没有提前为皇上诞下子嗣。事到如今啊，哀家也帮不了你，你就此收心，安安稳稳做你的贵妃吧。幸亏皇后娘娘警觉，不然娘娘您只怕是又要着了贵妃娘娘的道了。皇后娘娘身为正宫，这些年啊，却处处被贵妃打压，她怎么可能甘心啊？今日之事不过是借我之手夺回凤印罢了。娘娘您早就猜到的，那您还甘心被皇后娘娘利用？因为我的目标一直就是贵妃，只要能让贵妃失势，被人利用又如何？我一直不明白，前世贵妃为何兵行险招，假孕以替子冒充皇嗣，原来却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明天晚上就是前世的那个日子了。娘娘，本宫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凭什么凤印说没了就没了？那个贱人整日要死不活，怎么说怀上就怀上？你到底给本宫打探到消息没有？
皇后娘娘因为偷换麝香的事情，已经把咱们安插在坤宁宫的眼线都拔除了。现在坤宁宫上下如同铁桶一般，根本打探不出任何消息。她如此防范，想必真的是怀了。不行，本宫不能让她生下这个嫡长子，这样本宫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娘娘，可是咱们没有下手的机会啊！纵然有，以如今太后对皇嗣的态度，她是绝对不会允许您伤害皇嗣的。那本宫就比她抢先一步诞下皇子，这样凤印、皇上的心、太后的宠爱，本宫通通都能抢回来。甚至有个儿子在手，便是那皇后之位，本宫也能抢回来。可是您未曾有孕，如何抢先诞下皇子？替本宫想个办法。明天夜里，我要见到我爹。是。皇上，臣妾已是成年旧疾了，您国事繁忙，不用日日都来我这坤宁宫的。那年在靖州的时候，你也是如这般衣不解带的照顾中毒的我。那时候我便发誓，要一生一世照顾你。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还提他做甚？不，在朕心中，那些事情历历在目，犹如昨日。那时候朕还是个不受宠的皇子，以校官的身份随京剿匪，谁知却中了毒镖。是你将我背回了家，与大娘一起照顾我，为我上山采药，为我喝药。那时候，朕便发誓要娶你为妻，一生一世照顾你。若若，殿下，属下终于找到您了，请您快随属下回京。你替我写封书信，交给这家主人。是。所幸3个月后，朕的伤终于好了，也终于找回了你。可惜臣妾大病一场，忘记了许多事情，连您送我的定情信物，我也不知道丢在了何处。没关系，只要若若在朕身边，一个定情信物丢了又何妨？昨日寿诞，惠妃也受到了惊吓，皇上您还没去看她吧？没关系，惠妃如你一般温柔懂事，她不会计较的。朕再陪陪你，你睡了，朕再走。皇后刚刚卸下，不必惊扰她。是。皇上，眼下不是要回御书房批阅奏折吗？摆驾揽月轩，朕去看看惠妃。皇上驾到！夏儿，夏儿。如此深夜，他去哪了？父亲，如今女儿寝室危机，姑母又一心向着皇上，若没有父亲的帮忙，恐怕这后宫的将来，怕是再也没有女儿的立足之地了。
后宫人多眼杂，唯有冒险将父亲约在此地相见。你需要为父为你做什么？我会告诉皇上，已怀孕3月，7个月后需要父亲相帮送一小男孩入宫，到时候我会。出来！真是个小迷糊，东西也能掉在这。这里不安全，你先回去吧。你的事我会找人去办。谢贵妃娘娘，刚刚若不是娘娘，奴婢就被人杀人灭口了。你是哪个宫的宫人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奴婢是御膳房的下人，是听嬷嬷说，孝嫔娘娘今晚要用点心，奴婢去送点心，才会无意间遇见的。你快去送点心吧，记住，今晚的事儿不要和任何人提起，不然你的小命就没了。是娘娘，奴婢保证守候如嫔。娘娘的大恩大德，奴婢永记在心。快走吧。娘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何您心事重重？我只是觉得太巧了。什么太巧了？那个丫鬟和我前世的命运太巧合了。咱们那个小宫女是哪个宫的？奴婢是浣衣局的宫女。那赶巧，周贵人的衣裳送到浣衣局要赶着穿，你去送一趟吧。是。是因为天意注定要有人因罗贵妃而死，所以才让那坠儿重复了我前世的命运吗？沈明夏，你救的不是一个低贱的宫女，而是前世那个孤立无援的自己。回禀娘娘，贵妃果然私下去见罗相了。如今坤宁宫行事不明，他又刚丢了凤印，狗急跳墙之下，自然会做出疯狂之举。那丫鬟如何了？可被带进瑶华宫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奴婢未敢靠太近，只是远远的看着他走进了御花园，最后罗相和罗贵妃各自离开，似乎并未发生任何异动。那丫头应该是没被发现。本宫还想着等那丫鬟被打死在瑶华宫，带着皇上去定她个罪呢。也不知是那丫鬟命大，还是罗瑶薇的命大。都怪奴婢办事不力，没有让娘娘直接抓到贵妃的把柄。无妨，贵妃无脑，自然会自寻死路的。娘娘，为什么非要半夜去御花园啊？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小鱼，我问你，如果我跟你说，我马上就会失宠，跌落泥潭，甚至被人奚落嘲笑，你会怎么样？小鱼虽然不知道娘娘为什么这么说，但是小鱼只知道，无论您是高高在上的贵妃娘娘，还是普普通通的宫女，您都是小鱼的主子。小鱼这辈子跟定您。好，那就做好吃苦的准备。
皇上，这大晚上的，你去哪里了？臣妾饭后饥食，就出去走了走，不知皇上您来，让皇上久等了。好了，朕不怪你，不必如此不安。这可是你的东西。怎么，这东西很重要？看你高兴的都说不出话了。皇上，您打开看过吗？朕堂堂天子，在后妃宫中打开锦囊里的东西，说出去，朕还要不要体面了？更何况，女儿家的东西，不是胭脂水粉，就是首饰，朕有什么好看的？皇上，您累了吧？臣妾帮您疏松下筋骨。好。夏儿，为朕生个皇子吧。当年朕只是个不得宠的皇子，才能不顾一切娶皇后为妻。那时候的朕知道皇后身子不好，却也从未想过纳妾生子。后来朕当了皇上，有了后宫，对子嗣也从未有过执念。可是夏儿，朕想跟你长相厮守，给朕生个皇儿吧。或许皇上马上就会有皇子了呢。娘娘，今日是夏至节，太后娘娘和皇上要带后妃去宗庙祭祀，您看这装扮怎么样？不错。娘娘，您要戴哪个首饰？就这条吧。娘娘，您决定了，这开宫可就没有回头箭了。决定了。您真的舍得皇上？虽说后宫佳丽无数，但奴婢看得出来，皇上对您是真心的。帮我戴上吧。罗瑶薇，这一次我以身入局，你我之间也该有个了结了。议程结束，大家回去吧。你怎么了？是臣妾的项链断了，绊倒了贵妃。贵妃，你没摔伤吧？孩子，臣妾的孩子。回皇上，贵妃娘娘的确身怀有孕，看脉象已有3月。3个月？薇儿，你难道不知吗？臣妾知道，只是之前赵美人的误会，臣妾怕让太后和皇上空欢喜一场，加之臣妾冲动性格，做出了许多错事。本想等着胎相稳定再说，没想到今日，贵妃娘娘今日受了惊吓，胎相有些不稳，的确有滑胎的迹象。什么？哀家责令你们太医院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必须替哀家保住皇嗣。贵妃，
虽然你是无心之失，但是你伤害哀家的皇孙是事实。如果这孩子保不住，哀家便拿你试问。母后，贵妃根本不知情，您就算心疼孩子，也不能强行给她扣罪名。当初赵美人误会有孕，惠妃冒着大雨叩首祈福，还甘愿自请入冷宫，可见惠妃良善之心。也许是本宫的孩子没有这个福分吧。对，贵妃，今日你为何不替贵妃腹中的孩子祈福，又为何不自罚了？母后，皇上、太后，此事因臣妾而起，臣妾自当为贵妃祈福。从今日起，臣妾愿闭门思过，抄经千遍，为贵妃祈福，直至贵妃平安诞下皇嗣。不可！好，既然你有这份心，哀家便领你这份情。今日哀家就原谅你的无心之失，你去吧。彩云，这满院的落叶，你怎么也不扫下？小鱼姐姐，这贵妃即将生产，宫中缺人手，调你逼过去。娘娘要是觉得这院子不干净，自己去打扫好了呀。彩月，这院子，贵妃让奴婢去绣个香囊，奴婢就不伺候娘娘了。小福子。娘娘，奴才也有事。这可是惠妃娘娘，你们岂敢如此放肆？一个失了宠的娘娘，不比我们强到哪去？就是。怎么，觉得委屈了？小鱼不委屈，小鱼替娘娘委屈。这7个月来，您大门不出，一心抄经，皇上暗中来了那么多次，您都拒之门外。现在外面都说您失宠了，就连奴才都把您放在眼中了。我要的就是他们不把我放在眼中。小鱼，去把皇上之前赏赐的那些金银玉器全都摆出来，放在外面。这财不外露，您就不怕他们起歪心思啊？我要的就是让他们起歪心思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这贵妃虽然失宠了，可这贵重物品还真是不少。福四，你干嘛偷娘的东西啊？怕什么呀？他反正失宠了，东西丢了就丢了呗，他也找不到人撑腰。可要是他万一说出去，到手一搜，你可是死罪。我最近啊和贵妃那边的汪副走得亲近，他说如今皇宫中的禁卫都是罗相的人。贵妃宫中的人直接放行，我把这些东西经由他的手带出去变卖，那会就是想搜也搜不到物证呀！真的？真的，我已经带出去好几件了，卖了300两。你们呀也别死心眼了，赶紧拿几件吧。娘娘，这些日子他们胆子越来越大，贵重之物都要被他们搬空了。司库里还有什么，都拿出来吧，越贵重越好。大胆的奴才，居然连娘娘的首饰都偷！让他们偷，把这揽月轩啊偷得家徒四壁才算好。可马上到花朝节了，您都没有首饰出席花朝节的宴会了。那就不戴首饰，不然如何让大家看到一个失宠落魄的妃子呢？忍了7个月，时机终于到了。 贵妃娘娘，奴婢代赵玄师父命，
都坐下吧。如今春色正好，本宫邀请众妹妹来参加花朝节的百花宴，赏花赏景，倒是一桩美事呢。所谓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使君王带笑看。这御花园里的花呀，怎么看都没有贵妃娘娘您好看贵气，否则怎么能让皇上盛宠不衰呢？贵妃您这衣裳是不是暹罗前阵进贡的贡品天丝缎？前阵子暹罗进贡的这天丝缎，皇上特意让真宫局赶工了1个月，这才让本宫赶上了今日的百花宴呢。所以说皇上对娘娘才是最上心的。那是，贵妃娘娘肚子里怀的呀，那可是皇上第1个孩子。太后和皇上的贡品，那可是遥遥不断的往云华宫送，让我们看了好生羡慕。如今皇上疼爱贵妃娘娘，等孩子生下来，这凤印定是要回到贵妃娘娘手中的。哟，我倒是哪个宫的下人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惠妃妹妹啊！许久未见，怎得穿得如此寒酸？妹妹平日抄经，无需见客，倒是不常打扮，让姐姐见笑了。妹妹这么一说，姐姐倒是忘了，这7个月，妹妹一直在宫中帮姐姐祈福抄经。皇上怕是也许久没有见过妹妹了吧？都快把妹妹给忘记了。妹妹给姐姐斟个酒，到时姐姐日后也会在皇上面前帮妹妹美言几句，免得妹妹从此长门孤寂，老死宫中。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妹妹平日抄经，手有些抖。妹妹这杯酒给姐姐赔罪。本宫如此厚待你，你竟然毁坏皇上御赐的裙子！看来惠妃是把礼仪都忘了呢，还不赶紧跪下请罪！是妹妹的错，妹妹给姐姐擦擦。妹妹，本宫的鞋也脏了，妹妹也给本宫擦擦吧。惠妃妹妹，你是不想复宠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的荣华富贵可都捏在本宫手里，给本宫擦。贵妃娘娘，惠妃如此不听您的命令，得好好教训才是。敢违抗本宫的命令，确实该好好教训。来人，给本宫按住他！放肆！皇上，谁准你们这般欺辱惠妃的？臣妾只是身子不适，所以才想让惠妃妹妹帮帮臣妾的。皇上，臣妾。贵妃，你身边伺候的丫鬟、太监数十人，就定要惠妃给你擦鞋吗？还是说，你仗着有孕在身，欺辱宫嫔？臣妾只是……若是你身子不适，就回你的瑶华宫好好降养，不要折腾什么百花宴了。来人，送贵妃回宫。你们若是觉得惠妃失宠便可以随意欺辱她，那朕告诉你们，朕对惠妃的宠爱从未消失，
以后谁再用这般阴私手段对付惠妃，朕绝不罢休。这是陈茶，之前的茶恰巧都喝完了，臣妾忘了领新茶，皇上就委屈一下吧。算了，朕不在意。这揽月轩为何如此清贫素净？朕赏你的那些摆设呢？臣妾静心抄经，就把它们都收起来了。不是的，小鱼，不可胡说，快下去。到底发生什么？你说。皇上，娘娘抄经的这几个月，他们欺负娘娘失宠，无论是炭火还是茶叶，都克扣了下来。娘娘在寒冬中抄经，还冻伤了手，落下了手抖的病根。至于您的赏赐，都被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下人给偷了，他们连娘娘的首饰都偷。娘娘连今日参加百花宴的首饰都凑不出一副了。什么？小鱼，不要再说了。皇上，娘娘一心为您，不忍这些琐事惹您心烦，不让奴婢说。但奴婢不能看娘娘受委屈，求皇上替我们娘娘做主。揽月轩那边可有什么动静？回娘娘，皇上只是去揽月轩坐了坐，很快就走了，并没有什么反常的事情发生。没有。那惠妃失宠了7个月，皇上对她热情早就退了，您不必太把她放在心上。不行，那沈门下很有些手段，难保皇上不会又救进去。未免夜长梦多，这孩子得赶紧生下来。到时候本宫拿到凤印，他沈明夏也就掀不起什么风浪了。你快去联系爹爹，今夜就让他把孩子送过来。是。娘娘，皇上真的会查贼赃线路吗？宫中防卫出了问题，皇上一定不会坐视不管，定会追查到底。混账！把所有太监宫女都传来，朕要亲自审问。皇上，不可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替他们求情吗？臣妾并非为他们求情，只是小鱼曾听他们说过，宫中有条思路可以将宫中的东西送出去。您此刻大肆搜查，只会打草惊蛇，不如暗中调查，将整条线路都挖出来。你说的对，若是有人打通宫中上下线路，那朕幕后所有难为都掌握在别人手中。无论此人是谁，朕他绝不能再容忍他。贵妃生子，孩子从宫外送进来，恰逢皇上追查贼赃线路，你说贵妃那儿会不会很热闹？娘娘好计谋。皇上亲自动手，人赃并获，与我们有何干？快，御医，传御医！药花宫贵妃娘娘临产了，快！走吧，去药花宫。罗瑶薇，你我两世的仇怨，我7个月的隐忍，今夜也该有个了结了。本宫好痛啊！娘娘您放心，所有的稳婆都是相府送来的自己人，宫门到内院，所有的禁卫也都是我们自己人。到时候孩子入了宫门，会从密道直接送到这间房间里，绝不会出半点纰漏。如何？外面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？
您放心，相爷亲自进宫按住了皇上。太后身边的嬷嬷说服太后为您诵经祈福。外面只有皇后，她性子平和，好拿捏。只要进不了这间房间，就不会发现任何端倪。不行，我不放心，打发他走，快去。是。耳朵好痛啊！贵妃怎么样了？即便皇后娘娘女子产程时间冗长，本婆也说了，一时半会儿皇嗣还出不来呢。不如您先去陪陪太后娘娘，免得她老人家忧思过重，到时候奴婢再去请您二位来。也是，如今太后应该正担心受怕呢，本宫去陪陪她。贵妃娘娘，产房重地，不可擅闯。惠妃，你作甚？皇后娘娘，我方才做了梦，梦到先皇托梦说皇嗣有难，要有人守在产房内方能平安。宁夏至信至诚，愿用自己10年阳寿，换贵妃平安生下皇嗣。这，皇后娘娘，皇嗣要紧呢。你从这里进去，可以直通贵妃寝宫，快！好痛啊！惠妃，本宫身子，你进来干什么？妹妹方才做梦，梦到先皇托梦说皇嗣有难，妹妹特意来守护姐姐平安诞下皇嗣。本宫不用你守护，你快出去，不要打扰本宫身子。姐姐放心，妹妹只是守在这儿，绝对不会打扰贵妃娘娘的。哎呀，本宫肚子好痛啊！皇后娘娘，你快带她出去，要她在，本宫不自在。皇后娘娘，如今产妇最大，您还是把惠妃带走吧。本宫本该遵循贵妃妹妹的意愿的，但是惠妃说她是先皇托梦，我看这事，贵妃妹妹不如听了惠妃妹妹的话吧。姐姐，你若是不把她带出去，若是皇嗣将来有个3长2短，你如何跟皇上和太后交代啊？你还是快把她带出去吧。姐姐放心，妹妹愿以10年阳寿相抵，换姐姐平安诞下皇嗣。哎呀，贵妃娘娘，千万不可动气呀！这万一被气着了，难产血崩可怎么办呢？皇后娘娘、惠妃娘娘，你们这是存心要贵妃娘娘和小皇子的命啊！谁敢要哀家皇孙的命？太后娘娘，快救救臣妾！我看你们就是不安好心，故意不让哀家的皇孙出生。来人，他们俩给我轰出去！别以为哀家不知道你们安的什么心。贵妃一旦生下皇子，那便是皇长子。你们一时心急，便用这种下作手段来谋害贵妃。太后娘娘，惠妃也是因为先帝托梦，一时情急才闯进来的。我怕宁可信其有，就没有阻拦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先帝给你托梦？太后娘娘，臣妾所言字字为真。先皇真的说皇嗣有难，让臣妾在产房内守着。且不说你是故意找的借口，就算是真的，将来哀家下去，自会亲自向先帝赔罪。先在这里，哀家做主。来人，把他们拖下去。太后娘娘，您就信臣妾一回吧。把他捆了，将他嘴堵上拖走。等皇子生下，哀家再同他清算。给朕放开他！
谁敢碰他，朕今夜便斩了谁。皇上，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还请母后好好问问贵妃吧。皇上不可，贵妃正在生产，不可以伤她啊！生产？贵妃，这便是朕的皇儿吗？这，还是说密道里那个用石盒送进宫的，才是朕的亲生皇儿？贵妃，你和罗相将整个皇宫侍卫都换成你们的人，硬生生将朕的皇宫变成你罗府一手执掌之地，如今更是瞒天过海，连皇嗣都敢冒充。薇儿，这可是皇嗣，你怎么敢？不怪父父王托梦给惠妃，说皇嗣有难。若不是今日朕帮惠妃调查失窃案，无意中发现你们上下其手的勾连，朕的江山怕是都要落入你们罗家之手了吧？薇儿，哀家你不薄啊！你的位分仅次于皇后，你的父亲在朝中更是一人之下。你怎么能做出如此欺君罔上、大逆不道的事儿啊？但我不薄，我身份尊贵，相府嫡女，凭什么屈居于他之下？你说许我凤印，却说夺就夺；你说许我贵妃尊荣，可皇上何曾对我有过半点真心？我是什么？我不过就是你们手中的一个棋子而已。你可以母凭子贵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贵妃，朕夺你6宫长侍之权，难道不是因为你残害公嫔、滥杀无辜？你以为你所作所为，朕当真不知？贵妃，若朕对你没有半分真心，怎会容你至今？贵妃罗氏，以平民之子冒充皇嗣，欺君罔上，残害公嫔，罪无可恕，将为罪没数年，打入冷宫，罪成骡马，交由刑部发落，另案调查。皇上，都是臣妾的错，与臣妾的父亲无关。皇上，求您饶恕臣妾的父亲吧，皇上，求您。你父亲卖官鬻爵，勾连朋党，证据确凿，便是没有今日之事，朕也要依法处置。什么？母后，先带太后回宫。皇上，求您宽恕臣妾的父亲吧，皇上。贵妃娘娘，皇上现在在气头上，等皇上气消了，没准会从轻发落罗相大人的。都是因为你，若不是因为你，本宫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？沈明夏，狗要与你，我与你。皇后，若若，御医，快传御医！若若，
后怎么样了？皇后娘娘挫伤部位并非要害，暂无生命危险。但是皇后娘娘先天体弱，加上失血过多，恐怕要好一段时间了。没事就好。皇上，皇后，你怎么样了？惠妃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皇后娘娘，臣妾没事，多谢皇后娘娘救命之恩。皇上爱重你，你没事就好。可你才是朕最牵挂的人，朕不要你受伤。皇上，您公务繁忙，臣妾来伺候皇后娘娘吧，先去休息吧。不了，朕想陪陪柔柔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替朕去看看贵妃吧。柔柔，是朕没保护好你，朕向你道歉。皇上，你真的好狠的心。本宫没有错，本宫就是该执掌封印，就是该当皇后的。本宫没有错，没有。贵妃娘娘，臣妾奉皇上旨意来看看你。怎么？本宫被打入冷宫，来看我的笑话？贵妃娘娘，您如今还有值得我笑话的地方吗？是本宫看走了眼，才让你走到了如今这个位置上，也是你运气好。若不是皇上帮你抓贼，本宫的计划根本就不会失败。你真以为是我运气好？不然呢？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有个小宫女啊，在送布料的途中，无意间撞见了贵妃和她的父亲密谋冒充皇嗣的事。慌乱之中啊，被贵妃发现，活活打死。你猜怎么样？她再睁眼的时候，竟然回到了入宫前的那一晚。这一时，她没有选择做宫女，而是选择争夺皇上宠爱，为的就是向那害她的贵妃复仇。她任由宫中的太监偷走皇上的赏赐，再借着皇上抓贼的契机，引得皇上撞破她的阴谋。不可能，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事，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。是啊，所以他不是人，是地狱来索命的恶鬼。你的安排确实天衣无缝，只可惜自始至终我什么都知道。不可能，本宫不相信。你不用相信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如今是惠妃，而你是阶下囚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你要杀我？我不会杀你，就像我对赵本人说过的，杀人只会脏了我的手。罗瑶薇，你在后宫中残害妃嫔，打压异己，如今一朝失势，你猜他们会如何对你？不会的，太后终究是本宫的姑母，她不会任由你们欺辱我的。太后发了话，说身体不适，要去行宫养病，以后啊，便不再过问后宫之事了。
从今往后，你就在这冷宫里孤老一生吧。我爹怎么样？罗相买官欲绝一事已是证据确凿，皇上今早下达旨意，罗相入狱，择日问斩。罗家满门流放，从今往后啊，这京城中达官显贵可就再也没有罗家了。爹，是女儿对不起你，都是女儿的错。淑女罗氏，莫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贵妃沈氏御制名门，体昭淑慧，养成太后之慈誉，晋为贵妃。从今往后，朕的后宫就交给你们打理了，希望你们同心同德，互敬互爱，共同管理好朕的后宫。贵妃娘娘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皇上好久没来咱们宫里了，一直守在坤宁宫。皇后前阵子受了伤，她与皇上是原配夫妻，皇上自家是要多加照料的。皇后娘娘向来以宽容大度闻名，怎么突然好像转了性子啊？以前的皇后是因为有罗贵妃在，所以被压制了。现在没了罗贵妃，她也会想多谢皇上的宠爱吧。那您呢？小鱼知道您心中有旧人，可皇上对您情深意重，您难道一点都不动心吗？您当初为了复仇，也为了给姨娘名分而入宫，可如今姨娘名分有了，你也大仇得报了，是不是该为自己而活了？皇后和皇上情深意重，皇后又与我有恩，我不想跟她争宠爱。娘娘，您晋升贵妃，府里送了很多贺礼过来，有香粉胭脂，有上好的绸缎，还有一些滋补的药品，奴婢不认识，您要不要看看？我如今在这宫中吃喝不愁，难为爹爹和娘亲还想着我，你都收起来吧。今日是皇后生辰，皇后本不想大操大办，但朕觉得今日宫中事情颇多，多些喜事也好。皇后可喜欢？皇上心中记挂的臣妾，臣妾怎会不欢喜？朕记挂你的身子，想要多些喜事给你冲喜，让你的身子早些好起来。你陪朕这么多年，朕却没有好好照料于你。从今往后，朕会时常留在坤宁宫，陪你养好身子。皇上不必太在意，贵妃妹妹也每日照料着我，每日为我熬煮药，亲自挑选，亲自熬煮。想必贵妃妹妹这番心思，本宫假以时日，身子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皇后，朕有一事与你相商。之前你身子不好，是罗氏替你代掌六宫，可惜她德不配位。如今夏儿得你这般看重，朕想
把后宫交给他，这样你也可以安心养身子。皇上说的是，贵妃妹妹心胸宽容，温和有度，自是执掌六宫的不二人选。夏儿，你可要替皇后好好治理六宫。是。若若，你怎么样？药，快端药来。这药有毒。若若，回禀皇上，所幸药丸里的药，皇后娘娘只喝了一口，中毒不算太深。但微臣发现，皇后娘娘体内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毒素，似乎并非一日所造成的，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。若皇后娘娘将一碗都饮完，两种药性冲撞之下，大罗接仙来了也无力回天。到底是何人所为，竟敢谋害皇后？所有相关人员，哪怕是用重刑，都要给朕撬开他们的嘴。是。皇上，不要为臣妾造下杀孽，牵累那些无辜的下人。他们都要取你性命了，哪里无辜？他们也都是些可怜之人，说不定也是身不由己。也许是臣妾这个皇后的身份，挡了他人的路吧。你先好生休息。他们也都是些可怜之人，说不定也是身不由己。也许是臣妾这个皇后的身份，挡了他人的路吧。皇上，连你也怀疑臣妾吗？你们若有人肯现在招认，朕便法外开恩；若是抵死一名，朕便株连九族，一个都不放过。皇上，所有药材的熬制都是贵妃娘娘亲力亲为，我们根本没有资格靠近啊！皇上，混账！你是想说，是贵妃给皇后下的药吗？奴才不敢。只是皇后娘娘每日所用的药都有药渣残留，小的认为药渣可以滋养树木，所以埋在御膳房后面的树下了。皇上，您派人一查便知啊！皇上。回禀皇上，这每份药渣里都有乌镊子这味药，这种药有轻微的毒性，与皇后娘娘体内的毒素相吻合。我们这些做奴才的，别说碰不到药，就算是有机会碰到，那也没有机会天天给皇后下毒啊！皇上，沈明夏，你该如何对朕解释啊？臣妾无话可说，但臣妾绝不曾害过皇后娘娘。这药渣倒在树下多日，人人皆可靠近。若是有人想动手脚，也许此事真的与贵妃无关。树下的草药可以做什么？那臣妾体内的毒，皇上又该如何为贵妃解释呢？贵妃，本宫平日待你不薄，罗贵妃要赐死你时，是本宫救你于危难；罗贵妃要害死你，是本宫挡在你身前。本宫身子不好，也许撑不过今年。以皇上对你的恩宠，将来这皇后之位必定是你。
你这么急，让本宫去死吗？你身子尚未好，何必出来吹风？快些进去。皇上，臣妾从来没有对你提过什么要求，只求今日你能为臣妾做主，给臣妾一个公道。好，这一定给你一个公道。回禀皇上，属下调取禁止宫中所有记录，并无吴念子之曲的记载，只有沈尚书送入宫中给贵妃的贺礼中有吴念子。回禀皇上，属下在蓝月轩中找到吴念子一盒。沈明夏，可对得起朕？皇上，臣妾什么都没有做，臣妾是冤枉的。证据确凿。皇上，您答应过我，会给臣妾一个公道的。皇上，君无戏言。皇上，本宫依然是这6宫之主，直到现在。那么本宫今日就行使皇后的权利，依照宫规律法，沈贵妃下毒残害皇后，罪无应行。来人，将沈贵妃拖下去杖毙！不可！此事尚有疑点。朕认为，皇后一向宽厚仁慈，如此处置严苛，是否有些草率了？所以皇上是要包庇贵妃吗？若若，若若，你答应过我，会一生一世保护我的，已成戏言了吗？贵妃沈氏冒犯皇后，剥夺贵妃封号，降为淑女，幽闭揽月轩，无旨不得外出。待朕查明真相，再行处置。娘娘，您都3天不吃不喝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身体会熬坏的。我吃不下。皇后娘娘温和善良，她只是一时的怒急攻心，等查明了真相，娘娘一定能解禁，重新复位。小鱼啊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你当真觉得那皇后善良？难道不是吗？那药是我亲手熬的，从未经手他人。若说有人长期可以下药，除了贼喊捉贼那个人，再无别的可能了。您是说皇后娘娘给自己下药？这怎么可能？她能在罗贵妃的权势之下稳居皇后之位这么多年，绝非那天真善良之辈。只是我从未想过跟她争宠，却无意中成了她的眼中钉，才会中了她的计。娘娘，您别灰心，还有皇上呢。皇上对您那般宠爱，必定会查下去。他不会。皇上，您还在为沈淑女的事烦心呢。她近来可好？皇上，你既如此牵挂她，不如查清真相，说不定……朕不能查，此事证据确凿，朕不查便是保她一命。朕若是查了，一旦坐实她的罪名，朕也没有理由保着她了。娘娘，那么多危机，您都化险为夷了，不就是靠着皇上的宠爱吗？只要皇上对您还有情意，只要您争宠，就一定会翻身。不想争了。我入宫是为了找罗贵妃复仇，如今大仇已报，我没有其他执念了。皇上驾到！夏儿，朕似乎
从未对你说过与皇后往事，是吗？3年前，朕还是个无人问津的皇子，为了建功立业，跟随将军去荆州剿匪，不料身中剧毒。荆州毒镖。若若身为一名弱女子，将我从山中背回家中。那时候朕双目失明，满目受创，声音受损。她不顾女子名节照料于朕，也从未嫌弃过朕身体残疾。朕隐瞒身份向她表明心意，她也没有嫌弃朕身份低微，便与我私定了终身。后来朕被护卫找到，送回京师，休养了3个月才恢复。朕赶回荆州寻找她。那时候，荆州城内瘟疫横行，皇后也身染重疾，朕用尽办法才救回她的命。此生恐寿数不长，所以朕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。世上怎会有如此相像之事？夏儿，朕心悦于你，也曾对你说过，将所有宠爱给你，但皇后是朕的逆鳞。朕也曾发誓，要一生相护，此生不负。我朱小黑以性命发誓，对若若一生相护，此生不负。夏儿，朕不能对不起皇后。朕自此与你恩断情绝，但朕会保你此生无恙。你就在揽月轩安养吧。皇上就是小黑，皇上就是小黑，皇上！当年小黑离开之后，我和娘亲就被爹爹接回了京师。本想着和小黑此生无缘，我怎么敢想皇上就是小黑？我为什么没有认出来他呢？为什么呀？娘娘，您离开以后，那个屋子卖给了他人，也许就是现在的皇后娘娘。她从邻居口中得知了您的一些往事，再后来荆州瘟疫，所有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几乎10室9空。在那种情况下，她遇到了来找您的皇上，便假冒了您的身份，成了如今的皇后。所以，皇上喊她若若，那是我在京城的小名，是我告诉小黑的。娘娘，那是您的身份，原本该属于您的皇后之位，您快告诉皇上啊！怎么说？如今啊，他是连这揽月轩的门都踏不出去了。皇上今天来就是跟我断情绝义的，此生都无缘再相见了。娘娘，皇上如今日日来陪您，现在宫里再也没有任何人和您争锋了。他们为了皇上，只不过是贪图他的权力地位，只有我，在见到他的第一眼就爱上了他。为此，我不惜假冒若若的身份，为的就是独占他的恩宠。对了，我听说他今日去了揽月轩。皇上只在门口站了会儿，并没进去。根据眼线说，皇上今天下令封闭揽月轩，从此跟那沈氏恩断义绝。娘娘不必担心。皇上重情心软，假以时日，难保不会旧情复燃。我绝对不能给沈氏这个机会。娘娘，御膳房送了些吃食过来，要不您就吃点吧。
你要盯着沈氏吃下膳食，到时候沈氏就是畏罪自尽，知道吗？娘娘不可，饭菜里有毒。娘娘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贵妃娘娘，当初在假山之下，您救了奴婢一命，你还记得吗？您对我说，不要声张，奴婢就把这份情一直记在心里。这饭菜里面，皇后娘娘派人下了毒，她要铲除你这个心腹大患。娘娘，我知道您是无辜的，但如今这宫里已经是皇后的天下，奴婢不敢为你出头，只希望娘娘您保重好自己，千万小心。没想到我沈明夏落魄如斯，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，还有人愿意帮我。娘娘，您对奴婢的救命之恩，奴婢若是不报，那还是人吗？只是奴婢一直害怕皇后对奴婢杀人灭口，惶惶不可天日。她为什么要对你杀人灭口？娘娘，你还记得救下奴婢那天的事情吗？奴婢后来多方打听，发现萧嫔那夜根本没有传膳，送膳时就是一个借口，是有人故意引奴婢到御花园中撞破贵妃之事的，而那个嬷嬷就是皇后身边的张嬷嬷。什么？皇后身边的嬷嬷怎么会引你去御花园，撞破贵妃的密谋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罗瑶薇假孕冒充皇嗣，本就是因为皇后夺回了凤印，逼她铤而走险。若是皇后早就猜到了其中的布局，便在那夜引一人前往御花园撞破此事，那罗瑶薇就只能杀人灭口。届时，皇后再带皇上前往瑶华宫，便可知罗瑶薇残害宫女，滥杀无辜之罪。所以皇后是想要奴婢献计，拉罗贵妃下马。所以没有天意，没有巧合，一切都是她的计谋。秦氏也是她一手造的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恨了罗瑶薇那么久，原来我和她不过都是他人的棋子罢了。皇后，你的手段真毒辣！我要复仇，我要把你欠我的、我的身份、我的名字、我的性命，通通都拿回来。坠儿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娘娘，无论你让奴婢做什么，奴婢都万死不辞。皇上如今心情不好，你们再敢这般散漫懈怠，可自起你们的皮！奶宫里的下人怎么这般没有规矩？沈娘娘，您怎么出来了？皇上可是下了令，您这可是死罪呀！王公公，我是来求您帮我一个忙的。娘娘，我知道您要求什么，可这个奴才帮不了啊。我并非求您帮我见皇上，我为皇上做了一碗汤，希望公公能帮我呈给皇上。皇上对我一片情谊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近日听闻皇上心神不宁，特地炖了一碗安神汤，望您能帮我呈给皇上。只要皇上喝了这汤，也能了却我最后一点心意了。皇上，您连日操劳，御膳房炖了滋补的汤，您喝上两口吧。人参乳鸽汤，这汤
就属皇后炖得好。可惜皇后生病后，就再也炖不出当年的味道了。王周，这碗汤谁炖的？娘娘，您这是干什么？看看，都烫起水泡了。奴婢知道您不开心，但是您再不开心，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撒气啊。小鱼，准备接驾吧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臣妾乃戴罪之身，不宜接驾，皇上请回吧。夏儿，把门让开，朕有话问你。皇上就这般问吧，我就这样回答。你这是在与朕置气吗？皇上，臣妾绝无对皇上半分不满，只不过皇上白天才下令禁足臣妾，晚上就凌驾揽月轩，天子之言朝令夕改，如何服众？夏儿，皇上，揽月轩已幽闭，沈明夏不得与任何外人相见，均无戏言。皇上请回。娘娘，您真厉害，一碗汤真的让皇上回心转意了。当年在晋州，我为了给他养伤，炖的就是这人参乳鸽汤。可是皇后假冒您身份这么多年，这碗汤想必也是学得精通，怎么皇上还会如此激动？人参土腥气重，味苦，我为了让他多喝些，就在里面加了莲子干。莲子的香气和甜味能和人参中和，汤的味道自然不一样。这是我独有的手法，皇后又怎么能学得会呢？而皇上喝了这汤3个月，味道早就深入骨髓，喝到了一定会来找我的。那您怎么不趁这个机会说清楚，赶紧复宠才是？我现在说出真相，只不过能证明我是当年的弱弱。可皇后身份已经昭告天下，又和皇上有着多年的夫妻情分，依照皇上的仁慈和善良，终究会让他留在宫中加以照料。那他做的那些丑事，不就无法揭露了？我要的是一步一步逼他露出真面目，让皇上对他没有半分情意。我要让他被逐出宫去，打回原形。这菜，揽月轩送来的。娘娘口中说着不见您，可这滋补的汤是刺死不辣。还有这菜，那心意、那爱意可都在里面了。他近来可好？幽闭的日子怎会好过？今日取汤的喜顺还跟奴才说，娘娘手上有水泡，想必是熬汤的时候烫着了。吩咐下去，他虽然被夺了位分，但生活规制不变，依旧按照贵妃的规制让他生活。还有，夏日来了，揽月轩里闷热，你每日送些冰块去。贵妃的配额不够了，便从朕的份额里支取。是。新年的丝光锦和罗子带也一并送去。还有，西洋船队送来了2只泥炉，他要是喜欢，也一并送去给他解闷。是。朕还是不放心，远远的看他吧。
娘娘，您别不开心了，看看这又瘦了。只是想到往年这个时候啊，都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，包粽子、编丝带，也是这样的阳光。娘娘，您这是想家了？可惜现在被禁足，也没有办法出宫省亲了。回去吧。娘娘，仔细身体。又是死光镜，又是罗子带的，连下水的冰块比本宫这个皇后的待遇还要好。她到底是禁足还是遗养？如今皇上还要本宫安排他的家人入宫，这个沈明夏简直就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讲。娘娘，揽玉轩忧病，咱们现在不方便下手，您何不干脆借着这个机会，将自己人放在他的身边，找到他的把柄，再置他于死地。上次的事情你办得不错，这一次本宫要沈明夏的把柄，你可有办法？娘娘，臣女知道他的一个把柄，只要臣女拿到证据，他必死无疑。妹妹，这许久不见，姐姐好想你啊。只是姐姐当初对妹妹不好，指望妹妹不要怪姐姐年少时不懂事。姐姐何出此言？这深宫寂寞，待久了才发现啊，家人终归是家人。这次啊，承蒙皇上皇后开恩，让姐姐进宫陪伴于我。妹妹开心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责怪姐姐呢？姐姐给你带了你以前最爱吃的点心果子。哦，对了，妹妹，你还记得曾经你在院子里种的月季花吗？如今都开花了，姐姐给你带了2株来，想着种在这里，你每要看见花，就不会那么想家了。姐姐真是有心了。姐姐，你若是不嫌弃，便在我这揽月轩住下，我们也好好叙叙姐妹情分。姐姐正想着多住几日，陪陪妹妹呢。娘娘，您怎么又在看这个玉佩？奴才都跟您说过了，这东西留着是个祸患。当年我在晋城的大士巷住着，隔壁的阿牛哥对我多加照顾。这玉佩啊，是他花光了全部的积蓄才买来送我的定情信。如今虽有缘无分，但我看到这玉佩就会想到他的主人。此事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就算皇上看到了，谁又知道它的来历呢？娘娘，您还是爱着他的吧。我虽入了宫服侍皇上，但我对这玉佩的主人此情终生不渝。哎呀，口好渴啊！我去屋里找点水喝。沈明夏，没想到还真是个痴情的人呢，可惜了，
痴情的人只有定命不偿。私通男子，你可确定？娘娘，此事千真万确，沈明夏是那块玉佩如命，便是在入宫之后也没舍得销毁，可见对那男子之心。不如臣女去将那块玉佩偷来，娘娘拿那块玉佩在皇上面前告御状，他私定终身与男子勾搭成奸，定是死罪。你将那块玉佩偷来，他若打死不肯承认，那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这次？抓奸嘛，自然要拿双。皇上，眼见端午节快要来了，臣妾想着不宜大操大办，不如就宫中嫔妃几人聚一聚，自己热闹，您看如何？皇后不想劳民伤财，正合正意。臣妾还想着，沈氏一人在那揽月轩住着，每到节日，心中肯定忧愁。不如皇上开恩，赏他那日出来团圆，可好？他现在闭门不出，便是朕许他出来，只怕他也是不愿意的。不如臣妾陪皇上您一同去看望他，给他个台阶下，想必他就同意了。小鱼，小鱼，夏儿，你是何人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皇上驾到！这不是沈氏刚招进来的姐姐吗？站住，过来。你鬼鬼祟祟的，在看什么？皇上问你话呢，你慌什么？皇上皇后，饶命啊！夏，我是阿牛哥，你我在京城的时候曾经约定，两小无猜，两情相悦，你也答应过我，此生非你不嫁，非我不娶啊。还有，我俩，你给我传话说让我在宫中来找你，如今看到了我，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呢？这揽月宫如同冷宫一样，根本没人插嘴。如今就算你我在此幽会，也没人知道。来吧，我们来做一对欢喜鸳鸯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皇上饶命啊！是他让属下来此幽会的，不干什么样的事儿啊？没有，分明是你闯入揽月轩，欲行不轨之事。妹妹，皇上都已经识破你的奸情了，你就认了吧。姐姐，你为何如此陷害我？妹妹，你已铸成大错，这可是抄家灭门的罪啊！姐姐这么做，也是为了保全沈家不被牵连，只能检举揭发你了。皇上，我妹妹在入宫之前就与此人两情相悦，私定终身，也是他让我在门外放风，以便二人在屋中行苟且之事。沈明夏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臣妾虽在入宫前与人私定终身，但入宫后，臣妾恪守宫规，从未逾矩半分。此人并非臣妾昔日心仪对象，是他和沈明春联手构陷臣妾，臣妾是冤枉的。沈氏，你这是承认了，在入宫前便没有清白了。皇后娘娘，臣妾与昔日对象发乎情，止乎礼，从未越雷池半步。
谈何不清白之说？至于此人，分明是登徒浪子，借机侮辱臣妾，还请皇上严查。沈氏，本公子没有发现你居然如此巧言善辩，抓奸在床还要狡辩。有辩有，没有辩没有。我沈明夏心仪的男人，乃是立足于天地之间，堂堂英武男儿，怎会是这种登徒浪子、好色之徒？事已至此，你居然还要为前情人讲话？我怎么没有发现你居然是如此多情？皇上，依照沈氏这么说，这男子是他心仪，那他便是祸乱宫闱，罪无可恕。说这男子不是他的情人，那他心有所爱，对皇上你乃是虚情假意，绝无真心啊！是，曾经臣妾爱他、恋他，并发誓非他不嫁。看来朕待你一片真心，原来是朕自作多情了。但臣妾入宫之后，便再无他想，对皇上说的话，句句出自真心，为皇上做过的事，也都发自肺腑。皇上，你别相信他说的话，他始终都藏着情人的信物，就在枕头下面。皇上，不要，神将陛下，我看你如何抵挡。这玉，对，这玉是属下送的。皇上，妹妹一人行为不检，与沈家无关，还请皇上饶了沈家。人这无证俱在，此等丑事绝不可外传，皇上必须杀了他，以认公规。皇上，臣妾说臣妾是被冤枉构陷的，皇上现在信了吗？若皇上还不信，臣妾再送皇上一句：他日十里红妆，娶卿为妻，此心日月可见，生死不渝。这玉是你送的？是属下送的。来人，给朕将这个构陷宫妃的登徒子押入刑部，大刑伺候。给我查出来，到底是谁在背后主使？是，皇上，属下没有构陷他，属下都是真的，属下说的都是真的。姐姐，我在家中受尽你的折磨和虐待，你又用玉佩威胁我替你入宫，我都一一照做了，你为何还要置我于死地？他用这枚玉佩威胁你入宫。当年我与母亲被父亲接回京中，便再也等不到他了，等不到那十里红妆。这玉佩是我唯一的念想，所以我答应。你怎么那么傻？因为他还不知道，我在心里已经成为了他的妻，这是他留给我的信物，守着信物便是守着承诺，我不能弄丢他。她是你长姐，朕该如何处置她？构陷宫嫔本是死罪，可她毕竟是我的姐姐，皇上可否把她发回沈家，送进安堂静思，终身不得外出？来人，按照肉儿所言，给朕拖下去。皇上饶命啊！是皇后让臣女这么做的，都是皇后指使的。皇上，
皇上，不是臣妾。皇后，朕刚好有话要问你。这枚玉佩，你可认识？这不是他与那奸夫私定终身的信物吗？臣妾怎么会认识？奸夫的信物，这是朕当年给若若的定情信物。皇后，你当真不认识吗？臣妾一场大病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说你病了，忘记当初是如何丢掉的玉佩，但是你说你记得我中毒的模样，又怎么会不记得玉佩的样式呢？臣妾真的不记得了。那你还记得人参乳鸽汤的配方吗？为什么在你入宫后，再也做不出当年的味道了？臣妾有幸逃过一场瘟疫，心里有些受损。汤中有甘莲子，所以回味甘甜。所以你才是若若，因为只有真的若若，才能做得出那碗汤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皇后是想说，你听我姐姐说，我住在晋城的大士巷中，玉佩是对门的阿牛哥所赠，是吗？其实我住在甜水巷，玉佩是一个叫朱小黑的受伤教尉所赠。当初我不愿暴露身份，才说我叫朱小黑，本想着见面时再告诉你真相，没想到是臣妾的错，臣妾没能认出你，更没想到我回到京师后，有人冒充臣妾，嫁给了我心心念念的爱人。是你故意让沈明春听见，故意引我上套。小黑同我的过往是我心里最美好的地方，我不愿意同旁人讲，所以才和小鱼编了那些玩笑话。没想到皇后竟然利用我的姐姐对我布下私通的杀招。今日若非是这玉佩，我该如何洗刷这冤屈？皇上，不是臣妾，都是那沈明春。他说有沈氏私通的把柄，我怕他胡乱攀咬，才说要抓奸抓双的。没有想到他居然诬陷自己的妹妹，臣妾冤枉呀！那你当年为何要假冒若若？当年皇上救了臣妾，臣妾对皇上一见钟情，便有了私心，冒充了身份。就算臣妾有错，不过是错在爱你太深了。这么多年来，臣妾对你什么心意，难道皇上你不知道吗？臣妾欺君之罪，我就该死。但是皇上质疑臣妾什么都可以，你不能质疑臣妾的一片真心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与朕夫妻3年情分，朕没想杀你。姐姐，我要哭坏了身子。为利用皇上的心和感情，你还是嫩了点。只要我还在宫中，就迟早还能翻身。所以，我不会给你翻身的机会的。奴婢是罗贵妃宫中侍女丁香，求见皇上。奴婢是赵美人房中侍女芙蓉，求见皇上。奴婢是御膳房的宫女坠儿，求见皇上。这是奴婢整理过的贵妃生前用过的胭脂和熏香。奴婢发现这些胭脂香粉中有大量的麝香，娘娘那么想要龙嗣，绝不可能用这些避孕的东西。而且当年这些胭脂香粉都是先入皇后娘娘宫中，再由皇后娘娘分发给各宫的。皇上，罗贵妃虽已畏罪自戕，但奴婢身为她的宫女，还请皇上逼她做主啊！皇上，这是赵美人当年得皇后赏赐的补身体的药，奴婢请御医验过，里面有带柄、湿地和紫茄花，这些都是避孕之物，乃后宫妃子禁药。
皇上，当初皇后宫中的张嬷嬷让奴婢给沈贵妃下药，奴婢胆小不敢，就将药留了下来，恳请皇上明鉴。皇后娘娘赏您的药包有问题？果然如此。若妃极为熟悉，她怎么会一眼看出芙蓉给她的药包里有麝香？我在山中采草药多年，这点东西还瞒不过我的眼睛。你去把芙蓉和丁香找来，让他们把这些年罗贵妃和赵美人用过的香粉、香薰都拿过来。这一次，我要让她彻底失去皇上的心。押张嬷嬷进。属下在坤宁宫的确搜出了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些药物以及毒药。你老实说，这些药下给后宫嫔妃，是你自己所为，还是背后有人指使？张嬷嬷对皇后最是忠心，想让她出卖皇后，只怕没那么容易。人嘛，总是有个亲疏远近的。父亲那边传来消息，他家新添了个孙子，他家3代单传，好不容易来了个孙子，你说他会偏向谁呢？是皇后娘娘指使奴婢的。娘娘出身低微，她知道贵妃或后宫妃子一旦怀孕，她便极有可能失去后位，便每次在宫嫔被招幸后送去赏赐。这些药都是皇后娘娘的心腹御医配制，您一审便知。还有，您时常去探望皇后，在坤宁宫用膳，您的膳食里也下了轻微的水银，说是这样可以令男子不孕。你还给朕下药？当年在天水巷，皇后娘娘对您一见钟情，所以才冒名顶替了若若姑娘。谁知道皇后娘娘身子弱，无法有孕。她说只要您无嗣，那就没有孩子和宫嫔来分享您的宠，她可以永远是您的挚爱。还有吗？唯恐沈贵妃生宠威胁自己，自服毒药诬陷沈贵妃，后来又吩咐老奴找人给沈贵妃下毒，就连与侍卫私通之事，也是皇后指使沈家大小姐诬陷贵妃娘娘的。这便是你的一片真心，这便是你的痴情。为了你扭曲的占有欲，你对嫔妃下手，给朕下药，让皇家绝嗣。来人，将他打入天牢，待朕审理清楚，再行处置。皇上，你必须去解释！皇上，放开我！沈明夏，本宫终究还是输给了你，但若不是那枚玉佩，你也赢不了我。怎么会有人把鸠占鹊巢说得如此理直气壮？皇后娘娘，若不是你诬陷我下毒，皇上不会向我袒露与你的当日情分，我又怎么会知道你冒名顶替的事儿呢？若不是你心思恶毒，想要污蔑我通奸，我又怎么会将计就计，让皇上正好看到那枚玉佩呢？说来说去，一是你作恶多端，天要收你；二，无非是你算计不过我罢了。你与我有何差？在皇上面前扮无辜装可怜，你不一样是满心算计，一副黑心肠。你这副模样，你能在皇上面前装一辈子？
我心胸狭窄，不代表我狡诈；我精明算计，不代表我阴险；我工于心计，不代表我狠辣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从未主动害过人，只是不让人害我罢了。你不能因为没占到我便宜，就说我恶毒吧？所以你今日就是特地来看我，看我如何作为一个阶下囚，如何凄惨可怜的？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没有一个圣者是来看败者笑话的。我今天来是帮皇帝传诏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后罪恶深重，有虎狼之毒，无慈爱之心，不可以承天命，矫其喜寿，废为庶人。皇上不杀我，是我向皇上建议不杀你，留你一命，这样皇上就对你再无愧疚之心了。我是皇上的女人，就算是皇上废了我，皇上也必须要择宫安置我，哪怕是别宫幽居，也是皇家供奉恩养，死了呀也是可以入皇陵的。我一朝是皇后，永远都是皇后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还有一句，逐出宫去。不可能！你偷来的身份，就该回到你本来该属于的地方去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是宫中的人了，也再也没有皇后的身份了，哪怕是废后的名号，你也不配得到。从今以后，你与皇上再无任何瓜葛。不可能！我是皇后，我是不可能出宫的。皇后之尊，与帝齐体。今以贵妃沈氏为皇后，遣丞相寿喜寿，承宗庙，母天下，皇后齐敬之哉！这一世，我终于赢过了所有，走到了这里。我再也不是由人欺凌、拿捏生死的沈宁夏了，我是这个后宫的主人，当今的皇后。皇上立沈贵妃为后啦，听说皇后极受宠爱，皇上都取消选秀入宫了。我们谁家能出沈皇后这样的女儿，那真是光耀门楣了。这谁？这是干嘛的？我才是皇后，我才是皇后，不是那个贱人，我是皇上最心爱的女人。我才是皇后，我才是。本宫驾到！那日，你既然认出了朕，后来为什么不向朕表明身份？我依然爱着当年的朱小黑，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还爱我。我若说出身份，那就是在挟恩求偿，反倒辜负了我和他曾经真挚的感情。既然是我一个人的爱恋，那不如不说，藏在心里也挺好的。是朕对不起你，你如此澄澈干净的人，朕还怀疑你。朕发誓，以后全然信任你，无论他人说什么，也绝不怀疑你。原谅朕可好？臣妾从来没有怪过皇上，能做皇上的妻，臣妾此生别无他求。那你答应我，以后不可以再有事情瞒着朕。有一件事，但臣妾不知。什么？你还有事瞒着朕？说！我永远不会让你看到真正的我。心机和手段都是女人自保的武器，我可以不用，但不能没有。
周朝来看雨几回眸，你在哪一方停留？